你不是最爱窝在王府里，哪里也不去吗？今日怎么会来军营了？说着，顾墨风的眼神又扫了一眼南婉嫣，还带了一个女人来。边境有人不安分，本王是神策营的领将，来军营里看看有何不可？王妃看诊将士，更是合情合理。南婉嫣的目光流转在两兄弟之间。你也知道边境有人不安分，不好好训练将士，还有闲情逸致带着女人在神策营里瞎逛，真给父皇丢脸。还有你，好好的义王妃不在府里安生待着，总在男人堆里厮混，不守妇道，不知廉耻。南婉嫣漂亮的眼睛骤然眯起来，刚想对回去，顾墨寒却比她先出声，嗓音比刚才还要冷几分。本王说了，南婉嫣是来看诊的，她可以行医，此事已经得了父皇应允。成王要是再出言不逊，本王就对你不客气了。成王，你重伤老沈等人在先，全然不顾他们的死活和安危，现在又将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的性命视作蝼蚁，进行不人道的负重训练，论丢人，你遥遥领先吧。南婉嫣，本王最看不惯你这样抛头露面的女人，好像不出门不见男人就会死一样。你也少往脸上贴金了。上次老沈他们的伤势，就算没有，本王也会找人给他们治好。你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敢在本王前头治好了人，你嘚瑟什么呢？成王，既然要翻旧账，那你当初承诺过我，说我只要能救回老沈，就会跪在地上当众对兄弟们道歉。不管是不是我运气好，这都是你亲口承认的，那现在就履行你的诺言吧。顾墨风的侍卫冷虎顿时皱着眉。王妃请谨言慎行，我家王爷身份尊贵，岂能说跪就跪？若是再这样出言不逊，属下就要对您。要对他怎么样？再敢对他出言不逊，本王先割了你的舌头。冷虎顿时不敢多嘴了。顾墨寒今日吃错药了，竟然一再护着我。顾墨风的脸色十分难看。顾墨寒，你成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当日既然跟本王的王妃下了赌约，就要愿赌服输。将士们都听着看着，连承诺都做不到，怎么统帅三军？将士们如何服你？众将士们都看着，眼神赤裸裸的。顾墨风有些招架不住，何时见他对南婉嫣好过了？现在护犊子一样，护得这么紧，装模作样。顾墨寒，本王不会认错的，绝不会向你低头。若不是你派人刺杀本王在先，本王能做这些事情吗？能跟你过不去？顾墨寒派人刺杀顾墨风，什么时候的事情？你别狗急跳墙污蔑本王，本王何时派过什么刺客去暗杀过你？反倒是你2个月前派人到本王的王府，企图杀了南婉嫣，还伤了沈宇。放你的狗屁！本王根本不屑做这些蛇鼠蚁辈才做的事情，你少污蔑本王了。顾墨寒，总有一日，本王会将你踩在脚底，让你后悔终生的。说完，他冷哼一声，便带着他的人转身离开了。南婉嫣垂着眸子，凝神思索着什么。他觉得顾墨风的话值得考究，既能牵制住两兄弟，又不至于手足相残，反倒可以各压一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突然，南婉嫣像是想到什么，心中骤然大骇，难道又是皇上？南婉嫣被自己心里的想法镇住了，目光复杂地看向了顾墨寒。南婉嫣，刚刚的事情不必往心里去，成王主要是想对付本王，并不是针对你。你会医术，会救人，是好事，不必顾虑性别，女子也能当自强，更不必忌讳抛头露面带来的闲言碎语。你只要善良，行事随心。顾墨寒，我平生第一次听你说人话啊！顾墨寒无语了，气红了一张脸，咬牙说：本王懒得跟你说话。跟南婉嫣说话会折寿。于副将眼尖的看到顾墨寒额头上的绷带隐隐有血迹。王爷，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三教九流的小人伤了你？属下这就去帮您报仇。是，给王爷报仇。顾墨寒本想藏着掖着，毕竟被女人打了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但见南婉嫣也有怂的一日，眼底顿时多了几分玩味。是王妃打的本王，于副将确定要替本王报仇？南婉嫣猛地窒息了，恶狠狠地瞪向了顾墨寒。这混蛋可真是帅不过3秒，立刻就原形毕露了，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告状。打他怎么了？他要是当个人，至于打他吗？于副将眨了眨眼，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了，忙对南婉嫣说：原来是王妃啊，打得好，打得不，是王爷王妃的家事，那属下就不操心了。他这张嘴欠呐！其实放眼整个军营，只要是顾墨寒的兵，就没人敢欺负南婉嫣的。瞬间，众人就成了看戏的，低头窃窃私语，都在讨论南婉嫣不愧是王爷的女人，对王爷下手也太狠了。以暴制暴，我开心最重要。众人更是一梗，又是一阵议论，暗自在猜王爷在府里的地位是不是很低呀？肃静，接下来
本王会教你们一些训练方式。一边说一边演练操作。哎，王妃怎么样？王爷是不是很厉害？属下告诉你啊，这要是在战场上，王爷那才是天上地下独一份的勇猛威武呢，那一身杀气能够震慑千军的，银剑一挑，直击敌军首领要害。嘿，如何？有没有心动啊？换做别人不也一样吗？我看于副将你就挺不错的。于副将大惊失色，冷汗都冒出来了。这王妃，这种话可说不得，属下哪敢跟王爷比呀？军医来了吗？如果没来，我与你交接，你回头转达给军医，让他帮老沈复健吧。南婉嫣刚说完，就突然听到顾墨寒低沉的声音传过来。方才成王训练你们的方式有些不对，本王突然想到，可以让王妃来教教你们一些放松身体和筋骨肌肉的方法，如何？众人顿时欢呼起来。王妃，王妃！南婉嫣还想溜之大吉，猛然被顾墨寒猝不及防的一提，差点没被呛得渴死自己。他立即朝着顾墨寒看过去，男人此刻正居高临下，抱怀玩味地看着他。王妃，您就给我们露一手吧。南婉嫣压根儿没有机会拒绝，同时他也想到了公报私仇的办法。好啊，我虽然不懂武术，但知道运动的原理，也知道负重练习肌肉和关节处的负担肯定很大。我现在就教大家一套简单的医疗按摩的手法，给大家演示一次，还请各位注意看好了。说罢，也不等顾墨寒反应，就将他拽到一边，示意他坐下。本王不知道，你竟然还懂这些。他左右拇指交叠，放在他小腿肚的后侧，靠近膝盖窝四指的地方，狠狠地按了下去。顾墨寒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很好。是很疼，但不得不说，这样按下去，腿后的肌肉开始酸疼，不再那么紧绷了，舒缓了很多。定期松解这几个地方，就能够达到舒缓肌肉紧张疼痛的效果。顾墨寒看了眼南婉嫣那姿容绝色的侧脸，不知不觉的就被她吸引了。他很认真，嘴巴一张一合的指导将士们按穴位，他的嘴巴很红润，像是涂了口脂。顾墨寒下意识的滚动喉结，想到上午的种种，身体有些燥热。南婉嫣没发现他的异常，将顾墨寒翻了个面儿，然后一脚踩在他尾椎靠上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帮助你们正骨，让腰间肌肉损伤和关节疼痛降到最小。而且你们王爷肾不行，我帮他摁一摁，好得快。话音刚落，就听咔吧一声，顾墨寒顿时闷哼了一声，脸都扭曲了，心里的燥热顿时烟消云散。所有人都听见了，并且瞠目结舌，大气也不敢喘。他们怎么觉得王爷要被王妃踩死了？而且王爷肾不行这种事情也能拿出来说吗？顾墨寒好不容易缓过去那阵疼痛，他眉眼带火，反手将南婉嫣拽到地上，一个利落的翻身将她揽入怀中，咬牙切齿。本王的肾好不好，你不是最知道的吗？哪个男人能承受得了这种羞辱？南婉嫣愣了30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他们的初次，登时脸一红，扬手一拳朝着顾墨寒揍过去。你不要脸！顾墨寒眼疾手快地将他拦下，粗粝的手掌将南婉嫣的手牢牢地包住，反倒将她搂得更紧了。一次让你怀俩，还敢说本王不好？南婉嫣差点气死，她恶狠狠不动声色地戳着他的伤口，瞪着他。我说了，2个小家伙不是你的，你最近是不是被棒槌打坏了脑子，总爱痴心妄想？南婉嫣，你惯会骗人，本王不信你的话，而且本王的生辰快到了，那日……想了想，顾墨寒还是没有说生日宴那日要公布孩子身世的事情。你生日关我什么事？快放开我！将士们还等你的反馈呢。顾墨寒一下子敛了心神，松开了南婉嫣，看向了将士们，郑重地说：王妃的手法很好，本王觉得很舒服，你们之后就按照王妃教的来，每日配合按摩进行练习，就这样，先散开做训练吧。将士们瞬间躁动起来，欢呼声响彻了神策营。顾墨寒揽着南婉嫣走向了于副将，认真嘱咐了几句。往后顾墨风要是再找弟兄们的麻烦，你就派人来通知本王，记住，让兄弟们休息好，有了精神才能更好的训练。这番话听得大家热泪盈眶，连声道谢。南婉嫣从他的怀里挣脱之后，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扔下顾墨寒在原地，交代几句后便追了上去。南婉嫣看他不顺眼，脚步逐渐的加快，却在刚要出门的时候，被一群气势汹汹的皇家侍卫拦了下来。来人，懿王妃谋杀宜妃娘娘，让她拿下！南婉嫣和顾墨寒的脸色骤然一变。慢着，宜妃怎么了？懿王妃还是去宫里问吧。这时顾墨寒已经疾步走过来，一把将南婉嫣护在身后，脸上满是冷肃。母妃出什么事了？
回禀翼王，宜妃娘娘现在生命危急，太医说是有人下毒所致，而那毒还是从王妃用过的瓶瓶罐罐里检查出来的。于是皇上震怒，这才让卑职来拿人。我绝对没有下毒，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进宫救人。王爷，现在王妃的清白并不重要，皇上震怒，要立即拿下王妃问罪。不必扣押，本王亲自带她进宫。南婉燕胆敢下毒谋害宜妃，简直罪该万死。本王还真当你甘心救人，没想到你竟然包藏祸心，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宜妃。说话的是成王。你给本王闭嘴！南婉燕要真的想害母妃，为何现在才出事？都过去2天了。父皇，如今当务之急是先让南婉燕治病救母妃。父皇，儿臣没有谋害母妃的动机，请您先抛开对儿臣的成见，让儿臣先救人。皇帝微不可察地眯了眯眸子。你信懿王妃无罪？南婉燕不敢害母妃，父皇明察。事到如今，你还帮着这个祸水说话？当初本王就看他治病鬼鬼祟祟的，肯定没安好心。现在你的母妃都快要死了，你却还在为她辩解。顾墨寒，看来你不仅糊涂了，还愚不可及。顾墨寒真是疯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护着南婉燕？你母妃命都危在旦夕了呀！皇后也睨了南婉燕一眼，冷冷地说：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今日就算有翼王在，你也难免其责。一时之间，铺天盖地的骂声把矛头全部指向了南婉燕。南青青在无人处勾唇轻蔑的一笑：姜太医，母妃中的可是8斩心莲的毒。装什么呢？你自己下的毒你不清楚？没有证据，空口定罪。本王是不是也该定你一个贼喊抓贼的罪名，当着父皇的面拿下你？顾墨寒气势逼人，顾墨风一下子愣住了，所有人也都被震得不敢开口。皇上的眼底瞬间闪过了一抹厉色。是，太医院检查过了，宜妃娘娘身上的毒和您药瓶里的都是8斩心莲的毒素。这件事情是李太医率先发现的。李太医看向了南婉燕，目光严肃无比。8斩心莲的毒素可谓是无人能解，再加上娘娘活死人的症状，一旦发病，娘娘此次怕是……这毒我能解，父皇，请给儿臣解毒的机会。皇后疾言厉色地瞪了南婉燕一眼，又看向了皇帝。皇上不可，方才都已经查明白了，这些天王嬷嬷成日守着宜妃，除了懿王妃有机会接触宜妃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近宜妃的身。而这些奇怪的瓶子也是懿王妃带来的，里面还有毒，不能让她救。南青青也抿着唇阻止道：妹妹，我没想到时至今日你还是如此恨懿王。纵使懿王对你不好，又娶了侧妃惹你不快，可你也不至于要杀害宜妃娘娘啊，她都已经够可怜了。此言一出，众人更加确定南婉燕就是杀人凶手。懿王妃，倘若今日你给不出解释，宜妃有个3长2短的话，你就陪葬吧。顾墨寒刚想说话，皇帝就冷睨了他一眼。老六，朕知你心急，但你要弄清楚，懿王妃现在满身嫌疑，你敢让她救你母妃，朕不准。南婉燕的心头一紧，皇帝本来就对宜妃假意情深，现在宜妃要是死了，怕是正合他的意。父皇，儿臣可以解释，这些药瓶都是一次性的，没有毒，这只是一种救人的工具。银针救人之前，也有人觉得会扎死人，但实际上救人的效果很好，并且这个医疗工具，儿臣曾在王府里对王爷的侍卫用过，若是有毒，他也应该出现问题。可是并没有，此时姜太医可为儿臣作证。姜太医点点头。的确如此，臣可以作证。医疗工具，朕可以信你，但东西只有你碰过，你能证明里面的毒不是你下的？是，这正是儿臣要说的第2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些药瓶使用过后，儿臣就丢掉了。在丢掉之前，儿臣曾集中放置过一段时间，还进行了消毒。那时候药瓶里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颜色的。此时王嬷嬷等一众店里照顾宜妃的嬷嬷们都可以为我作证，空瓶里却留下一些紫红色的痕迹，这正是8斩心莲的毒液，而且擦不掉，显然毒是后面放的。皇上，王妃的药瓶用完以后，的确是干净的，没有颜色。姜太医也说道。皇上，药瓶里一旦沾了8斩心莲的毒，的确是洗不掉的。父皇，南婉燕的一切医疗手段或许奇特，但治病救人有奇效，况且药真的是他下的毒，他会这么轻易将证据留在瓶里吗？此事过于蹊跷，还请父皇等母妃好转后再继续调查。南青青有嫉恨在眼中流窜着。南婉燕就不要再挣扎了，乖乖等死不好吗？还有顾墨寒，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偏袒他？既然懿王极力为他担保，那朕就信懿王妃一回，先救人吧。话音刚落，
南婉言还没有反应过来，床上的宜妃就突然开始抽搐，四肢也开始止不住的痉挛。王嬷嬷大惊失色，面色苍白的冲上前：“娘娘，你怎么样了？”娘娘这是开始发病了呀，这回就是大罗神仙恐怕也无能为力了。母妃，顾墨寒神色骤变，猛然上前：“王嬷嬷，拿盆热水和帕子来，快！”是。而南青青的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不可察的弧度。宜妃总算是发病了，南婉言，你的死期到了。你也别闲着，把母妃扶起来，坐好。顾墨寒的薄唇紧紧地抿着，全力配合着南婉言的要求。柴胡、透骨草、生津草各1两，丹参、独活、乳香、没药各1两，分3次煎服。快去！南婉言从袖子里掏出了几粒急救特效解毒丸，还有1颗清心丹，将其送入到宜妃的口中。时针也很干净利落。姜太医不免再次啧舌：“王妃的医术果然了得呀！”太医院开始熬药了，说过会儿就送来。顾墨寒皱眉看着他，眼底有些说不清的复杂。多谢。顾墨风冷哼一声，转身走回到了南青青的身边。宜妃服药以后已经有一会儿了，渐渐的不再抽搐。姜太医得了皇上的肯定，上前给宜妃把脉。宜妃娘娘的脉象竟然稳定了，这毒解了。宜王妃当真是奇人，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此话一出，众人心神俱震，竟然真的解了。这8盏心莲可是无人能解的毒啊！南婉言的医术是有多强？顾墨寒的心总算是放下来。宜王妃当真是有本事的，宜妃救回来就好，朕就且当你不是凶手。但此事与你纠缠不清，你也得给朕一个交代呀！父皇，朕兄目前就在皇宫里，儿臣现在就给您揪出来。众人的神色又是一阵巨变。准了。王嬷嬷，敢问店里有百子香吗？有，娘娘最爱用的就是百子香，就在那边的柜子里。拿给我。南青青看着南婉言的举动，心却蓦然的跟着紧张起来。南婉言想干什么？李太医的表情有些古怪，而这时姜太医一拍脑袋想了起来。哎呀，是了，百子香是8盏心莲的宿敌。凡是碰过8盏心莲的人，一旦被百子香熏过，就会留下颜色，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时长，并且这个痕迹是短时间内洗不掉的。1天是黑色，2天是紫色，3天及以上就是橙黄。老臣都忘了这件事情了。不愧是王妃娘娘，思虑周全呐。众人哗然，再次对南婉言高看了3分。唯独人群里的李太医和南青青脸色都不太好。王嬷嬷拿来了百子香，南婉言接过，直接点燃，先熏了她自己一番，是淡淡的黑色。我刚刚才接触这个毒，所以颜色很浅，这也足以证明我从来未下过毒。紧接着，南婉言就走到李太医的面前。李太医，今日是你先发现的毒素，就从您开始验吧。李太医一慌，难道王妃不相信老臣？李太医不要紧张，今日要是在这五苦殿里找不到凶手，那就把整个皇宫的人都查一遍，除非他不要手了，否则不可能查不到的。说罢，他移开了李太医手上的百子香，赫然露出了几道凌乱的紫色的印记。李太医，看来你昨日就已经接触过毒了。南青青的手握在袖子里紧了紧，心跳得快的快要跳出嗓子眼儿了。不是臣做的，这分明是子虚乌有。姜太医的眼底带着失望。说，是谁指使你的？李太医被狠狠地踹在地上，被顾墨寒吓得险些尿失禁了。王爷，臣从来没有受人指使，臣或许是发现的时间太早，才会……若是他说出来了，他恐怕会死得更惨，他绝对不能就这样坦白。李太医，你若是说了，本王或许还能饶你一命。再跟本王废话，本王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南婉燕看向了开始脚手帕的南青青。李太医，我知道你跟宜妃无冤无仇，你会给宜妃下毒，肯定是有人要挟你的。只要你供出幕后主使，父皇或许会饶你一命。李太医看向脸色极冷的皇帝，再也受不住了，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王妃，皇上，是成王和成王妃让臣谋害宜妃娘娘的呀！众人闻言大骇，顾墨风也呆住了，反应过来以后，又猛地给了李太医一脚。放肆！本王岂容你污蔑的吗？南青青的心都快跳到嗓子口了。父皇，李太医血口喷人，污蔑我们夫妇，请父皇明察。本王竟没想到会如此卑鄙。顾墨风刚想回怼，却又联想到之前南青青让他对宜妃动手的事情，心中有狐疑一闪而逝，不由得看了眼南青青。本王没做过，问心无愧。皇后也终于反应过来，护着顾墨风说：
翼王，这其中肯定有误会，不能李太医说是谁就是谁。他目光冷厉地扫向了李太医。你敢随口污蔑成王，若是拿不出证据，本宫第一个就砍了你的脑袋。李太医瑟瑟发抖，做没做过，一验便知。南青青终于急了，忙站到顾墨风的身边。六弟，这真的是污蔑，我和成王怎么可能会伤害你的母妃呢？父皇，请您相信儿臣。皇后也坚定不移地说：皇上，臣妾可以为他们作证，凤儿从小性子就直，不会玩手段心机，更不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招数。青青更是臣妾看着长大的，为人温柔娴熟，怎么会做这么恶毒的事情呢？李太医分明是受人胁迫，才会情急之中口不择言。皇上，臣妾恳请您再好好调查此事。温柔贤淑，南婉嫣差点没笑掉大牙。父皇，光说无用，还是让儿臣先检查一下三哥和三嫂的手吧。皇上未知可否，也算是默许了南婉嫣的要求。母后，轻者自轻，还请不要妨碍儿臣执行皇命。皇后咬牙犹豫着，顾墨风却径直走上前来，对南婉嫣摊开了手。随你查，但本王若是清白的，那些敢栽赃陷害本王的人，本王绝不放过。看清楚了，本王没动过那个毒，更不可能对宜妃娘娘做这样的事情。皇后骤然松了口气。皇上，成王没有做过那么混账、大逆不道的事，他是清白的。此事就是李太医在污蔑。南婉嫣目光犀利地盯着南青青。母后，成王的确没有碰过此毒，但成王妃还没有查。南青青的手藏在袖子里，紧紧地藏着，没人知道她的冷汗早就密密麻麻地爬了满背。妹妹，姐姐肯定是清白的，是李太医在撒谎。成王将她护在身后，怒瞪着南婉嫣。南婉嫣，你不要太放肆了。青青是本王的王妃，本王清白，她肯定也是清白的，是被李太医污蔑的。你这么处处跟本王和青青过不去，是诚心想害死我们夫妇吗？还好有成王，不然怕是要败露了。皇后看向了南婉嫣，冷斥道：翼王妃，做人不要踩着别人的底线，成王都没有问题，成王妃怎么会有？你简直无理取闹。李太医，父皇在此，你也敢撒谎，简直该死！顾墨寒震怒呵斥，拔剑抵着李太医的脖子。若再不说出实情，王就将你千刀万剐！李太医彻底慌了，年过半百都被顾墨寒的冷峻可怖吓得尿了裤子。是老臣糊涂了，刚才老臣说的并非事实，其实指使老臣害宜妃娘娘的事，指使老臣做这些事情的，全都是婉妃娘娘啊！李太医吓得手脚都不利索了。婉妃，那不是半年前皇上采纳的新嫔妃吗？婉妃，帮我的人难道是婉妃？顾墨寒脸色森寒，还敢撒谎！南婉嫣的眉头更是紧蹙着，这怎么又牵扯出后宫的嫔妃了？南青青明摆着就是牵扯在内的人，李太医怎么不坚持说呢？李太医止不住的颤抖。臣不敢再说假话，还请皇上明鉴，派人将婉妃娘娘请来一查便知。祺贵妃满脸不可思议。李太医，你可知若是构陷了妃嫔，又是重罪？老臣都知道，但真的是婉妃，求皇上别诛臣九族，是臣朱由蒙了心，愿意以将功赎罪，再也不敢随便指认了。来人，把婉妃押过，朕要当面治罪。很快，婉妃便哭嚷着被侍卫们带了过来。你们放开！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要是伤了我，你们都会受罚。朕最宠爱的妃子，婉妃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朕的眼皮子狐假虎威，还敢谋杀宜妃！朕就是太纵容，才让你翻出这么大的风浪来。皇上，臣妾冤枉，臣妾没有做过伤害宜妃的事情啊。顾墨寒的脸色已经不能看了，查验后再说冤不冤。他看向了南婉嫣，南婉嫣拿起了百子香，走到他的面前，对他的手熏了熏，结果是紫色。婉妃，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胆敢谋害宜妃，你可知皇上会如何伤心？还说冤枉，你还不快认罪？婉妃都还懵着，愣愣地看着变紫的手掌，而听见祺贵妃说话，抬头与他四目相对。婉妃的目光突然闪过了一抹深不见底的恐惧，一下子就转了口。是臣妾做的又如何？事到如今，我也暴露了。那别直白地说，宜妃不过一个将死之人，得皇上惦记，我就是看不惯他，我就是想要独占军心，我就是想他死，有错吗？来人，李太医和婉妃勾结，企图谋杀宫中贵妃未遂，拖出去杖毙。
两个从没有交集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而且婉妃正值盛宠，却对付躺在床上连动都动不了的母妃。南婉嫣则瞪大了眼，看向那个深不可测的皇帝。皇后，这就是你管理的后宫吗？从今往后，给朕好好倾诉这后宫里的妃嫔，若再有下次，朕就对你问责。是臣妾之罪，往后定会好好管理，还请皇上息怒。祺贵妃看着皇后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眼神微闪，她温柔和善地挽过了皇上的手，安抚道：皇上消消气，妾妾没事就好。说起来，今日还要多亏了懿王妃。她看着南婉嫣莞尔：懿王妃今日委屈你了，但你的医疗手段也得跟人解释解释，免得引起别人误会，遭人陷害，平白多了那么多麻烦呢。是，儿臣往后会注意的。待到众人离去，五苦殿里转眼间只剩下了成王、懿王两对夫妇。南青青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5年后，南婉嫣这个贱人命真大，这样都没死。南青青又看向了顾墨寒：六弟，你不会还觉得宜妃娘娘出事是我和你三哥所为吧？这件事情真是有误会，我怎么可能伤害宜妃娘娘呢？顾墨寒神色冷淡地看着南青青，还没张口，顾墨风就不由分说地拉住南青青的手腕，将她拽着往外走。跟他们解释什么？本王警告你，不要犯蠢，更不要打宜妃的主意，否则别怪本王不念夫妻情分，对你不客气了。你要真有这么闲的话，就多在府里看看林儿。说罢便愤愤地拂袖而去。真是没用的男人，成王终究是靠不住的。想要解决南婉嫣这个祸害，还是得靠我自己。不过毒害宜妃一事，婉妃一看就是那替罪羊。她很好奇，在这宫里究竟还有谁在跟她一样对付宜妃。王爷，老奴有些事情，还想单独跟您聊一聊。我去看看母妃，顺便处理一下她的病情。她转身去了寝殿。王嬷嬷，何事？王爷，娘娘被人毒害这件事儿，老奴劝您还是不要多想了。您什么意思？其实在今日当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婉妃不过是个替死鬼，但皇上就这样草草地了结了她和李太医的性命，想必没有深入调查的意思。老奴并非不想让王爷插手，只是这件事情不是关键。老奴在宫里待了几十年来，看过的恩怨多了去了，谁也说不清楚其间厉害。今日无论是谁想要害宜妃娘娘的性命，都足以说明一点，在这宫里除了权势，其他都是纸上谈兵。老奴相信从慧茹王爷一定明白老奴是什么意思。顾墨寒一怔：王嬷嬷，您知道本王对这些不感兴趣，本王只想抓出当年迫害母妃的凶手，让他们血债血偿。说到这里，顾墨寒眼底阴鸷着。老奴明白，可王爷不犯人，不代表别人不犯您。今日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您再想想，当初宜妃娘娘被害，不正是因为背后有权有势的丞相府在作祟？这么些年，您明里暗里对付丞相府，但丞相府依旧如日中天。您的伤害对南家来说根本不痛不痒。如今那些人甚至连不能动弹的娘娘都可以下狠手，当真是丧心病狂。您是淡泊名利，手足情深了，可没有权利，您如何保护您爱的人呢？顾墨寒仿佛被王嬷嬷狠狠戳中了伤口，垂在身侧的大掌不断地收紧。是他若不争不夺，怕是会害死母妃。本王会好好考虑的。还有一件事，王爷，您或许会嫌老奴多嘴，但王妃已经连着救下宜妃娘娘2次了。老奴觉得王妃跟丞相府的人不一样，或许王爷可以对王妃好一点，早些要个孩子吧。南婉嫣正弯着腰，漂亮的小脸上十分认真地检查母妃的身体，细心严谨，她的眼神复杂。对南婉嫣好一点吗？可她终究是南家的人，本王怎么能对她好？无非会怨本王的。余光却突然瞥见了宜妃的手指，好像动了一下。南婉嫣的心头一紧，连忙去检查宜妃的生命特征。恰好在这时，顾墨寒走了进来。母妃已经没什么大碍了。顾墨寒看了南婉嫣一眼，随后坐到宜妃的身边。母妃，儿臣不孝，又让您受难了。王妃，若您真的能救回娘娘，奴婢和五苦殿所有人都对您感恩戴德。但是能不能救宜妃，自始至终不由他做主，皇帝还盯着他呢。
儿臣回去了，改日再来看你。起身为南婉嫣淡淡的说：“走吧，回王府。”好，两人一言不合的走到了马车旁，顾墨寒却先他一步为他掀开了车帘。男人挺阔的臂膀无比的坚实可靠，就像是温柔的丈夫对妻子一般。南婉嫣则吓得后退了半步，跟见了鬼一样。你干什么？居然这么绅士，吃错药了？太墨迹了，快点！南婉嫣被他蛮横的塞进了马车，顿时攥着拳头。父皇给你的玉皇呢？本王记得父皇说过，你不能摘。扔了。扔了？他的俊脸黑成了锅底，蓦然逼近，质问他：“南婉嫣，你怎么敢扔玉皇？那可是……”好了好了，你烦不烦啊？在这儿呢。顾墨寒看到玉皇，这才松了口气。带好了，没有本王的命令，你不许摘下来。这是他和南婉嫣感情的象征，也意味着这是他的女人。他发现自己和南婉嫣的距离不过分毫，他凝视着南婉嫣，他的眼睛很大很亮，明媚如月光。往下是那饱满的红唇，顾墨寒盯着她的唇，眼珠子都转不动了，忍不住的朝她凑近。南婉嫣冷眼弯着他，看他越凑越近，蹙眉推开了他。哎，你能不能坐回去？顾墨寒猛然回了神，他轻咳了2声，坐回了原位，别过脸去，不再看南婉嫣，而是扯开了话题。多谢你救了母妃。不必，救人是我的本分，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本王会顾好自己。你觉得婉妃是不是谋害母妃的凶手？婉妃不过是替罪羊，被人强硬的牵扯进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本王也这么认为，只是本王不清楚究竟何人要害母妃。母妃从不与人结仇，更不善心计，为人真诚善良。按理说，在这宫里不会有人对她动杀念。在我的心里，你虽然普普通通，但在宫里总有人觉得你锋芒毕露，实力过强。不论是在夺那啥上，还是别的事情上，你都是他们的威胁。所以对付宜妃的人，自然就会多起来。那2个小丫头是你的软肋吗？南婉嫣一愣，像是没料到他会问这么一句。是软肋，更是盔甲。顾墨寒，不管是谁敢对我的女儿们动手，我都会和他们拼命，你也不例外。顾墨寒看南婉嫣的眼底蓦然多了几分情愫，他也忽然好像明白了王嬷嬷说的那句话：没有权利就保护不了自己爱的人周全。他刚想说什么，就在这时，一支无声的银箭冒着森然杀气直射入马车里。小心！顾墨寒的瞳孔猛地一缩，徒手接住了泛着寒光的银箭。有4个。顾墨寒则是一把掀开了车帘，却见马夫早已经中箭身亡，此刻受了惊，嘶鸣着胡乱逃窜，径直冲下山坡。南婉嫣！顾墨寒的脸色一下子大变，本能地搂住了南婉嫣的腰身，将她紧紧地护在怀里。南婉嫣还没反应过来，马车轰的一声摔下了山坡，被摔了个4分5裂，所有木板悉数砸在顾墨寒的身上。南婉嫣，你没事吧？南婉嫣看到他的俊脸上被沙粒刮出了好几道口子，肩膀也阴出了层层的血迹，而他自己却被顾墨寒紧紧地护在怀里，毫发未伤。南婉嫣的眼眸骤然一紧，我没事。两人都还来不及说别的，四周就窜出来30几号黑衣蒙面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两人。敢刺杀本王，看来你们是嫌命长了。为首的黑衣人见顾墨寒从一直将南婉嫣护在身后，心下有了主意，先杀了那个女人。话音刚落，一群人即刻冲向孤立无援的顾墨寒和南婉嫣，杀气腾腾。你们是什么人？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为何要冲着我来？本王在此，你们竟然还想杀本王的王妃，简直放肆！将南婉嫣抓得离他更近了一些，半步不离地护在身后。跟紧本王。上一次南婉嫣被刺杀，他就不在场，才会让他落下箭伤。放肆！翼王，你欺人太甚！今日让我们主子下不来台，我们就要让你和你的王妃死无葬身之地。弟兄们，上！说罢，这些黑衣人四面八方的蜂拥而来，他掏出了剑，杀什么杀？别以为我好欺负！南婉嫣，你发什么呆？南婉嫣眩晕了片刻，眼前再清明的时候，就看见顾墨寒挡在他的面前，被人一剑刺进了胸膛。顾墨寒，你放心，我不会再走神了。顾墨寒单手抱着南婉嫣俊美的脸上，眼神犀利地凝视着剩余的黑衣人。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南婉嫣，你信不信本王？目光看着周围仿佛恶鬼一般的黑衣人，不信？真当他一个学医的看不出伤势惨重吗？顾墨寒心凉一刹那，嘴角不知情地带了一点苦意。南婉嫣，你是本王的女人，不信也得信，跟在本王身后，不要乱走神。顾墨寒，你变弱了，你什么时候会为一个女人分神了？少废话！你们口口声声说本王让你们主子下不来台，你们是成王的人，还是假装成王的人？为首的黑衣人眼神微闪，冷声说道：“
翼王，你的仇家太多了，我们主子是最有资格杀了你的，就去死吧。成王可没有资格杀本王，看来不是成王，而是本王其他的仇家。可你却用弯刀有心抹黑成王，意欲为何？南婉嫣的眉头也是一皱，黑衣人一下子恼羞成怒，本想往成王的身上引，可没想到被顾墨寒给识破了。去死吧！他怕再说多错多，直接朝着顾墨寒杀过来。顾墨寒的反应慢下来，杀招渐弱，但南婉嫣却能及时撒出毒粉，将手里的毒粉朝那些黑衣人撒了过去。黑衣人顿时口吐黑血，倒在地上抽搐起来。顾墨寒一剑刺穿最后一人的喉咙，直到那人断了气，他也才支撑不住，单膝跪下去，但怀里始终搂紧了南婉嫣。顾墨寒，顾墨寒，我先看看你的伤势。顾墨寒的意识逐渐的模糊。顾墨风，顾墨风，你还觉得那些杀手是顾墨风的人？不会是他，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给成王。真正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他终于将顾墨寒身上的甲胄解开，刚要为他脱下，却被顾墨寒一把抓住了手。顾墨寒狭眸盯着他，才意识到他在脱他的衣服。你干什么？给你疗伤，我怕你失血过多死了。顾墨寒毫不在意地甩开他的手。本王受过的伤太多了，这算得了什么？眼下可能不止一波刺客，随时会有危险。你不会武功，是本王的累赘。现在先回王府找神宇，让他带神策营的兄弟们过来接本王。这里本王能应付。你出血量太大，需要立即接受治疗。等我止血，我再带你回府。南婉嫣，本王说了，刺客不止一波。你口口声声说作为母亲绝不能受伤，别对两个小丫头食言，他们会伤心。本王不罚你，你走。走吧两个字都还没说完，他便再也撑不住，高大的身形蓦然倒在了血泊之中。顾墨寒，顾墨寒，顾墨寒！约莫5厘米长的剑伤，鲜血汩汩的往外流。南婉嫣从空间里取出了一沓止血绷带和止血散。顾墨寒，你别真睡着了，这次失去意识，你可能一辈子就过去了。顾墨寒，你绝对不能死！王爷，王爷怎么受伤了？谁伤的王爷呀？高管家和香玉等人也是大惊失色。神宇，你把他送回房间，我要给他做手术，要快。是。王爷和王妃竟是遇刺了，放眼全天下，敢行刺翼王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岂有此理，竟然敢刺杀到王爷头上来了！若王爷王妃今日有个3长2短，我定要跟他们拼命的。这件事情一定要上报皇上，严惩不贷。高管家的话音一落，南婉嫣的眼角轻轻地抖了一下，就报给皇上知道，但无需多提其他的事情，只说王爷遇刺就好。高管家看着南婉嫣，是，老奴明白了。说罢，申宇，你派人暗中去查一查那些刺客的情况。我走得急，没有来得及查看，就在城郊山坡下的那片树林里。是，王妃。王妃，有什么是奴婢们可以做的事情吗？有。南婉嫣从袖子里掏出了 AB 血清，将它们滴在试纸上。O 型血，这可有些难办了。舅老爷，我们想去看看，万一娘亲受伤了怎么办？别人没看见，不代表娘亲就没受伤啊。对呀，舅老爷，况且那个坏蛋是为了救娘亲受伤的。娘亲说了，做人要知恩图报，我们不能不去的。并且不知道怎的，听到顾墨寒重伤的消息，姐妹二人竟不约而同的十分的担心。等等，别去！莫月明的手术刚做完没多久，本来是不能直接起身的，但是他一时情急就站起来。此刻下肢的疼痛让他有些摇摇欲坠的。舅老爷，于峰一个箭步上前接住他，将他扶到轮椅上坐下。舅老爷的身法好快，竟然丝毫不比王爷逊色。舅老爷，对不起，他们确实担心顾墨寒。无妨，我知道你们担心婉婉，但是舅老爷不能让你们去。那个坏蛋，都说了让他不要欺负娘亲，现在好了吧？都被人打伤了。小包子也愁容满面，一双莹亮的眸子氤氲着水汽，却在莫远明面前佯装坚强。阿姐，大坏蛋肯定不会有事的。娘亲说了，祸害10000年，他肯定能够长命100岁的。于峰看着两个小团子那着急的神色，这看来王爷也没有那么遭小主子的厌弃啊。我知道你们担心翼王，如果你们执意要去看看，那就去吧。舅老爷让阿季来陪，但你们娘亲现在肯定在忙，如果你们去了，难免会让她分心。不去了，我们留下来陪舅老爷。今日的课业还没有做完，我和阿姐在舅老爷这里写课业。
顾墨寒生死未卜，但是他们相信南婉嫣能治好他的。舅老爷，属下先去看看王爷的情况，也免得两个小主子跟着担惊受怕的。莫雨明嗯了一声，于峰蹲下身来看着两姐妹。小主子们放心，王爷王妃都不会有事的，你们就在这里乖乖陪着舅老爷，属下去就回。小阵脚乖顺的点点头，他可以不喜欢这个爹爹，可以离开这个坏蛋，但是终究还是不想他死。若是不想写作业，就去屋外玩会儿吧。对不起，舅老爷，让你担心了。小包子也有些哽咽，抹了一把眼睛，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今日没有陪舅老爷玩，等舅老爷好了，我和阿姐一定跟您好好玩。莫雨明只觉得两个孩子温柔懂事的让人心疼，但奈何皇家的水太深，他绝不允许南婉嫣和他的孩子受到半点牵连。舅老爷要是有事就喊我们就在外面，保证不到处乱跑。看着姐妹二人关上了门，那双含情的桃花眼瞬间阴鸷下来，沾染上了望尘莫及的寒意。滚出来！随着他一声令下，从暗处出现了一道人影，正是今日之前那个黑衣人。黑衣人毕恭毕敬跪在莫雨明的跟前。主子，本尊是不是说过让你派人守好婉婉和两个孩子？他遇刺，你们为何不护着？今夜幸好南婉嫣没事，否则他就算掀翻了京都，也要将幕后主使揪出来，千刀万剐。回主子，今夜属下看见翼王帮王妃挡住了攻击，并未背弃王妃，便没让人插手，并且不到万不得已，属下等人不能轻易暴露身份。以及主子，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您是万金之躯，绝不允许有半点损失，属下不可能将所有人手调动前去保护王妃的。南婉嫣尊贵，可莫雨明的身份同样尊贵。婉婉的安危在本尊之上，若她出了一点事，本尊就先杀了你。是，属下谨遵主子密令。暗卫没想到莫雨明超出寻常的在乎南婉嫣，他心惊不已，应完了话就识趣的退下了。莫雨明偏着头望向了门外透过来的两道小小的人影。不知道婉婉心里作何想法？婉婉会不会不想走了？此时的宫里，翼王怎么会遇刺？皇后娘娘，翼王确实受了伤，而且老奴还听说，翼王这次竟然被一剑刺穿了胸膛，险些就刺中了心脏了。皇上，先是宫里有人给宜妃下毒，现在老六夫妻二人回府路上就遭人埋伏刺杀，背后这人应当十分不简单。祺贵妃挑了挑眉，脸色同样是讳莫如深。皇后娘娘说的不错，但皇上可否听臣妾一言？顾景山扫了祺贵妃一眼，说：皇上，虽然臣妾知道您护子心切，但现在翼王危在旦夕，生死未卜，后续如何还没有人敢下定论。不过臣妾听闻近来金国边境蠢蠢欲动，似乎有起兵的迹象。如此国难当前，皇上是否要尽快选出有能力的将领来代替翼王，稳固军心？皇后心惊大骇，她从没想过一向看上去与世无争的祺贵妃竟然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当即呵斥道：祺贵妃，你在说什么呢？祺贵妃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僭越了，还请皇上责罚，但臣妾绝无别的意思，只想为皇上分忧，为西野百姓做考虑。后宫的确不得干政，但你这个建议很明智。翼王如今生死难料，确实难当大人，兵权不该再放他手里，以免动摇军心。风中泉，奴才在。你去翼王府看看，若是老六真的不能胜任神策营的职位，那就收回他的兵权，同时撤了他玄甲军的领帅一职。翼王妃会体谅朕的用心的。是，奴才这就去办。儿子遇刺，顾景山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查明真相，反倒是上赶着没收顾墨寒的兵权。宜妃啊宜妃，你怎么还躺着不醒？你儿子都快死了。王妃，王爷他是不是没事了？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到现在都没有苏醒的迹象，而且各项指标都很不稳。总之就是情况不太好，我得再监测一段时间再看看。南婉嫣说完这句话，所有人都仿佛听到了天大的噩耗。王妃，王爷他到底今晚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你先别急，顾墨寒现在醒不过来，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的昏厥。我还会再观察一下，看看情况的。至于那些刺客，他们都带着成王府的特制弯刀，但我和顾墨寒一致认为成王不会，也没有时间动机做这样的事情，应当是嫁祸。所以你这边还要多费心去查这些刺客的事情了。王爷在哪里？我要见王爷。
项羽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哭哭啼啼的云雨柔，顿时蹙起了眉头。云侧妃，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王爷可是说过，你要禁足的。王爷现在不好，他出了事，我当然要第一时间陪在王爷身边照顾他。你快让开！连自己都顾不上了，现在还想来人前表现。高管家面色为难。这可是王爷已经下令，况且现在王妃还在为王爷看诊，王爷一时半会儿也醒不来，您还是先回去吧。一把甩开了高管家的手，自己却因为脱力羸弱摔倒在了地上。王妃，算是妾身求你了，就让妾身进去看看王爷吧。妾身知道你厌恶我，但您和王爷终究不是一路人，妾身才是王爷的心上人。不管之前您与妾身有过什么误会，您都不应该拦着妾身去见王爷啊。如今妾身的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王妃您还不满意吗？您就舍得让王爷在最需要妾身的时候见不到妾身吗？南婉嫣觉得云雨柔说的很有道理，确实以你的身份的确去开见一见顾墨寒，但本王妃就是不允许你坏事做尽，在顾墨寒的面前卖惨卖可怜博同情。他瞎他会原谅你，但我凭什么要随你的心意？来人，把云侧妃送回竹兰院严加看管，若再让她跑出来，本王妃严惩不贷。于峰、沈宇刚要上前压人，云雨柔蓦然咬牙，大声地呵斥道：你们别碰我，我是翼王府的侧妃，要是王爷醒了知道你们这样对我，定不会轻饶你们。王妃，你以为你这样咄咄逼人，我就会怕了吗？王爷他需要我，我对王爷的心意苍天可见，你不应该拦着我，不让我见他。说的你好像多能耐似的，你是神医还是佛祖？是能给他治病，还是能佛光普照给他续命？少在这里大呼小叫！顾墨寒今日躺着不能动，你要是再跟我唱反调招惹我，我对你不客气，而且没有人能救你。云雨柔双目猩红，表情几乎狰狞地瞪着南婉嫣。王妃阻拦妾身见王爷，无非就是想打击妾身罢了。可是王妃，妾身很不明白，王爷是天下最威武的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般人是伤不了他的。可如今他却受了重伤，不知是王妃连累了王爷，他为了保护你才受伤，还是王爷的伤根本就是你赐的。众人心神大骇，从来没想过云雨柔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王妃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是妾身戳中了王妃的痛处？王爷的伤受的蹊跷，王妃你又安然无恙，这件事情本就疑点重重。云雨柔，我看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挑拨离间你罪行，刚有内患你就想搞内忧，本王妃看你才像个间谍。倘若不是我出手相救，顾墨寒能活到现在？许多下人瞬间觉得有道理，纷纷看向了云雨柔，有诸多不满。妾身没有。没有什么？你现在在顾墨寒的门口哭着喊着说要他死，非见他一面不可。怎么，你是提前给顾墨寒哭丧来了？现在见不到，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赶紧滚，别碍我的眼。云雨柔的脸色更是一变，连眼泪都不敢掉了。王妃，妾身只是担心王爷。侧妃，还请回吧。可云雨柔不会走的，她咬牙掀起了自己的裙衫，重重跪下，双目紧盯着房门。妾身最爱王爷，绝不会做伤害王爷的事情。不论你说什么来污蔑妾身，今日见不到他，妾身就不走了。众人看在眼里，都十分的不满。那你就跪着吧，要是跪死了，就差人送去乱葬岗；没死，谁也不娶她起来。说罢，他转身进了屋子，监测顾墨寒的情况。云雨柔气得牙痒痒的，等着吧，等我翻身，我一定要南婉嫣惨死，和他的野种们一起。沈宇跟着南婉嫣进了屋子，看见床上的顾墨寒正在输液。王爷何曾受过这种苦呢？真想将刺客千刀万剐了。忙了那么久，还没问你两个小丫头现在在哪儿，还有我舅舅怎么样了？小主子们现在都在您舅舅的房里，没有出来过。王妃大可以放心，两个小主子也知道王爷受伤的事情了。原本小主子们都害怕您受伤，都想过来看看，但后来知道您安然无恙后，也就没有再担忧了。你让人替我看着点，别让两个小丫头出院。王妃，沈侍卫凤公公来了。凤中权，皇帝看来是有所行动了，请凤公公进来。话落，凤中权就推门走进来。奴才见过翼王妃，皇上说翼王受了重伤，特命奴才才来看看，应该没有打扰王妃吧？说着，别有深意地扫了南婉嫣一眼。南婉嫣这个贱人，什么时候已经跟宫里的人、跟皇上的心腹关系这么好了？房门被沈宇关上，阻挡了云雨柔的窥视。王爷已经动完手术了，现在正在观察期。还请王妃告诉咱家回去也好一五一十的禀告皇上，不是？王爷现在情况虽然危险，但王爷的身体素质异于常人，他能熬过去的。哦，
王爷会熬过去，那是好事儿。既然如此，咱家还有件事情想要单独跟王妃谈一谈，闲杂人等先回让吧。王妃，您如此聪慧，但可不要贵人多忘事，更不要忘记皇上的话。皇上现在说了，翼王已经无力再掌管神策营，该怎么做，王妃应该清楚。王妃现在就交出王爷的军令吧。交军令，废人。都说虎毒不食子，皇帝也太狠了吧！凤公公，这件事情恐怕不能那么急。王妃，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说王爷的伤势到底如何，首先他伤在心脏已是人尽皆知，想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昭告天下他成了残废，实在是有违常理，也不服众啊。至于玄甲军的军令，这个东西一直在王爷手上，您不妨等他醒来亲自管他要。能跟翼王要军令，还用得着你翼王妃废话？凤中全眯着眼睛盯着南晚宴。王爷受伤，府里王妃最大，您若想要军令，谁敢不拿？王妃既听命于皇上，这条命就捏在皇上手里，事情就要做得漂亮些，免得惹得天子龙颜大怒，那可就……说罢，他用手在脖子处比了比，南晚宴似乎并非他们想象中那么好掌控了，似乎有些不听话了。唉，我也知道父皇想要什么，但是凤公公您也看到了王爷什么情况，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么重的伤势能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如果他没能挺过去，那皆大欢喜，父皇也能得偿所愿。可如果人为的强行整些幺蛾子，万一使得军心大乱，再发生点什么暴动，怕是不太好收场了吧？不如让父皇再等等。那咱家今日就按王妃所言，先回宫里复命了。不过事在人为，王妃还是尽快给皇上一个交代，皇上的耐心可不多啊。是，得了应话，凤公公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你们这些人活得真是累，成日里除了勾心斗角，还要提防自己最亲近的人。你赶紧醒过来吧，再不醒过来可就撑不住了。王妃，侧妃她还在外面跪着，不然属下还是送她回院子吧。外面天寒地冻的，不行，她现在就是想站起来，也得给本王妃跪回去。你要是敢帮她，那你也去跪着。申瑜顿时不敢多话了。王妃，属下斗胆想问你，方才凤公公和您说了什么？是不是和王爷有关呢？申瑜，我问你，你跟着顾墨寒多年，你家主子和皇上关系如何？你清不清楚？这自从宜妃娘娘成了活死人后，皇上对主子的关爱一如既往，除了5年前迎娶王妃一事，几乎没有凶过王爷。但皇上对每一位皇子王爷都不错，并没有特别偏宠哪一方。王爷对皇上也是恭敬有加，极少违抗皇上的命令。除了5年前娶王妃一事，不然跟皇上的关系会更好。倘若不是他自己亲眼见过皇帝阴狠的一面，他也不相信皇帝竟然看不得顾墨寒好。今日凤公公来找我，其实是皇上希望王爷交出军令，同时成为一个废人。闻言，申宇正恶的险些站不住。怎么可能呢？王妃是不是听错了？皇上可是王爷的父皇，平日里对王爷也关怀备至，怎么可能要王爷成为废人呢？南婉言知道他无法接受，我没有必要骗你啊。而且申宇，你扪心自问，你们活在皇城，最看重的难道不就是权力吗？为了谋之夺权，一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感情是最不重要的。亲生父亲竟然忌惮和防备自己的亲儿子。这一刻，申宇看着床上的顾墨寒，简直心疼死了。王爷真是太惨了。就在这时，顾墨寒俊脸冷汗涔涔，英挺的剑眉狠狠地皱在一起。母妃，你不要丢下儿臣。王妃，其实王爷这些年过得真的很不容易。宜妃娘娘成了活死人，在宫里她没有任何依仗，小时候受了委屈，基本上都只能受着。好在王爷天赋异禀，长大后成为了将帅，别人才不敢轻视他。不过王爷还是为了宜妃娘娘，几乎快放弃了军营，他始终以感情为重的。这一次顾墨寒救了我，我可以不对付他，但我跟他绝对不合适，也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恩怨无法抵消，我和他不可能有任何未来。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用多说了。南婉嫣顿了顿，对上了申宇逐渐失落的双眸。但是他救了我，我也会全力救回他的。至于皇上那边，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吧。是，王妃。南婉嫣看着床上病恹恹的男人，我待会儿写封信给你，你安排几个靠得住的人，让他们进宫去找太后，得是生面孔，绝对不能被人认出来。我们必须要稳住局面，你家王爷的军权绝对不能被收走。是，王妃。稳住什么局面？本王怎么不知道本王的军权要被人收走了？王爷，您可终于醒了，吓死属下了。顾墨寒，你醒了？你什么时候醒的？
是父皇要收走本王的军权吗？呐，既然你都听见了，那也没必要瞒着你了。方才凤中权来过，说你已经无力掌控神策营，要收回你手里玄甲军的军令，并且罢免你在神策营的职位。王爷，是属下无能，没有在您身边护卫，才会让您涉险的。还请王爷您放心，属下和王妃定不会让有心之人夺走您的军权。神策营的兄弟们需要你，西野的百姓同样需要你。父皇怎么会让凤中权找南婉言要军令？他那么多性，那么信任南婉言，而母妃那次肺炎的时候，父皇也单独召见过南婉言。你别乱动，你伤得很重，得躺在床上养个10天半个月的。这段日子你就消停的待在王府里吧。南婉言，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本王？比如你是不是听命于父皇？父皇给你又下了什么命令？南婉燕眼底浮现出了一抹惊愕，他让我趁机把你变成废人，然后时时刻刻的监视你，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偷出你的战神令。申宇惊愕不已，他知道皇上狠，却不知王妃和皇上竟还有交易。顾墨寒也如遭雷劈，饶是他有心理准备，听到父皇要他成为废人时，心痛还是伴随着窒息扑面而来。他看向南婉燕，双眼里倒映出女人那张绝世的容颜。那你怎么想？南婉燕似是觉得好笑，勾唇扬起了一丝冷意。我要是听了，你还能活到现在？顾墨寒没有反驳，而南婉燕着实出乎他的意料，反而努力带着他恢复，在他身边坚定地守着他，扛住所有压力，力挺到现在。他方才甚至还在想办法扣下他的军权，为他力挽狂澜。顾墨寒凝视着南婉燕的眼神很复杂。你们方才不是说想要稳住局面？若是本王现在病危，生死未卜，你们说百姓会作何感想？翼王军功赫赫，敌国心生畏惧，边境有人前来刺杀，而翼王性命垂危，倘若一朝殒命，本就动乱的金国定会举国起兵宣战。西野缺少一员悍将，战事一起必定大败，国将不国，民不聊生。你是这个意思吧？想要利用舆论造势，压制皇上。顾墨寒看着南婉燕，他一身倦容，却难掩一身绰约。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本王就是这个意思。看来你也不傻。申宇现在也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这件事情还有刚才我吩咐你的，抓紧下去办吧。是，王妃。顾墨寒看南婉燕托腮坐在桌旁，疲惫不堪，很是无力。他多少能想象到，一个弱女子带着他走了那么远的路，又为他治疗，会多么的耗费心神。多谢。看着南婉燕想说些什么，这时门口忽然传来了一声温柔低沉的嗓音：婉婉，听说你一直没有休息，是不是饿坏了？我给你带了吃的，你开门吧。舅舅。顾墨寒的表情一下子冷下来。南婉燕，不准去。你自己装病吧。打开了外屋的门，莫雨明坐着轮椅，怀里抱着食盒。舅舅，外面这么冷，你刚做完手术，快进来，别冻着了。好，你看看你都不知道心疼自己。不碍事，倒是舅舅你不该来的，你才刚手术完，要好好休息啊。谁准你进来的？给本王滚出去！该死的南婉燕。对他就爱答不理，对莫远明就笑得像花一样的灿烂，他坏透了。莫远明有些惊愕地看向了顾墨寒的方向。他居然醒了。是，不过舅舅别声张，王爷苏醒的事情暂时还不能让外人知道。说那么多干什么？你过来。你怎么跟婉婉说话的？闭嘴，有你说话的份儿。两个男人四目相对，火星四溅。顾墨寒，你吃了火药吗？我舅舅来看我，有你什么事？你才要给我闭嘴。舅舅你别管他，有些人虽然受了伤，但还是一样让人讨厌。他讨人厌。顾墨寒的脸色黑沉如锅底。舅舅，我听于凤说两个小丫头先前跟你在一起，她们怎么样了？两个小丫头的事情，顾墨寒也想知道，又压下了火气，冷怒地瞪着莫远明。我知道你关心她们姐妹二人，阿七和香玉她们一直在照看，不会有任何危险，她们也乖巧，你可以放心。倒是你劳累了一整日都没有休息，也没有用膳，饿坏了吧？快坐下来吃点东西。多谢舅舅。南婉言一天都没吃东西，王妃没用膳，本王自会找人给她安排膳食，用不着你来操心。你回去吧。莫雨明直接无视了顾墨寒，凝视着南婉燕。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清蒸虾，你趁热吃。若是打扰到你们了，我就先回去了。南婉燕白了顾墨寒一眼，没有打扰，舅舅你不用管他，你来看我，我很开心的。莫远明嗯了一声，伸手为南婉燕剥了一只虾，柔声说：婉婉，我给你剥虾吧。记得呀，你小时候最爱吃我剥的虾了。也不知道你在王府里有没有人帮你。莫远明这个伪君子绝对是故意气本王的。顾墨寒黑沉的眼底阴鸷半眯着。以后本王的王府就没有带壳的虾，都是剥好的，不劳你为本王的王妃费心。
放下你的虾，滚出去！南婉嫣都想笑了。顾墨寒是伤在胸膛上，又不是伤在脑子，怎么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他也无视了莫名抽风的顾墨寒，接过了莫雨明的虾肉，笑眯眯地说：有啊，小蒸饺和小包子很喜欢给我剥虾，那两个小丫头对我可好了。母慈女孝，婉婉育儿有方。他们一唱一和，谈笑风生，合着他才是外人。南婉嫣，本王难受。莫雨明的笑容一顿，南婉嫣也一下子被顾墨寒拉回了注意力，放下手中的碗筷，朝他走过去。你怎么个难受法？他担心是不是手术出了问题，一边用纤长的手指搭在顾墨寒的脉搏上，却不想蓦然被男人一把扣住。南婉嫣低头看向他，顾墨寒俊美的脸上哪里还有什么痛苦之色？顾墨寒，你骗我！没骗你，本王现在很不舒服，因为太吵闹了。你让他走。哼，幼稚！你松手，不然伤口裂开了，吃苦的还是你。南婉嫣，本王说了不想看见他，他会影响到本王的休息。本王若是伤势加重，你留在本王的身边就得更久。婉婉，既然王爷不想看到我，那我还是回去吧，也好陪着两个小丫头。你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太劳累。顾墨寒还没反应过来，南婉嫣先甩开了他的手，朝莫影明走过去。舅舅，你不用理会他说的，不过你才刚做完了手术，也不要太劳累是真的，也要保护好膝盖，绝对不能受寒，不然就算腿好了也会得痛风病的，得不偿失。莫雨明紧紧地凝视着南婉嫣，心情好了一点。那我送舅舅出去。南婉嫣送莫雨明到了外屋的门口，怕他生气，还是忍不住地叮嘱他：舅舅，顾墨寒多次挑衅你是他的不对，不过他醒过来的这件事情，舅舅一定不能。我明白，我不会说。婉婉，有件事情舅舅想问问你的主意。如今顾墨寒舍命救了你，他又对两个小丫头那么好，对你似乎也有了些改观。之前你跟我说的和离，还想继续吗？当然继续了，我现在恨不得尽快带着你和小丫头们走，走得越远越好。这皇宫就是狼巢虎穴，再待下去我不知道哪天就会死了。况且两个小丫头又是炙手可热的工具人，万一被人发现了，顾墨寒卷入太子之位的争夺，对我们而言正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穿的单薄，披着吧，两个小丫头忧心着你的安危，别生病了。谢过舅舅。你回去吧，我走了。南婉嫣打开门，看到他远去的背影，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回了屋子。南婉嫣，你……神宇。神宇想着南婉嫣和莫雨明，也大概猜到了一点。王爷，事情办得如何？都办妥了。王爷如果不想让王妃送舅老爷，大可以说出来，免得不痛快。哼，笑话！本王才不在意南婉嫣，本王只是觉得那个莫雨明碍眼。南婉嫣平日里那么机灵，怎么面对那个戴着人皮面具的莫雨明，却跟丢了魂儿似的，而且说话还说那么久，蠢死了。我可没说王爷在意王妃，明明是王爷自己很在意嘛。对了，王爷，您之前交给属下去查的事情都查完了，当年救您的人是谁，以及您要属下查的王妃幼年的事情都查到了，这是资料证据。至于王妃及继时失踪的事情，暂时还没有查到，等属下查到了，立即给您汇报。不过有些奇怪的是，之前他寄的信件似乎被他压在砚下了，如今却放在桌面上。不过神宇也没有多想，想着可能是记错了，信上的内容却在他的意料之中。男人锐利的眼底爬上了几分不知名的诗意。怎么样，王爷，是不是很出乎您的意料啊？顾墨寒冷声将信件递回给了神宇。并没有。神宇疑惑不已地接过了信件，看到信上的内容后，仿佛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怎么会这样？属下还以为是王妃救了您呢。当时调查的人将信交给他的时候，分明是面露喜色，说的也是对南婉嫣有利的话语。他当时听着还以为救王爷的人会是王妃呢，可为何信件上的内容种种证据都在说救顾墨寒的人就是云雨柔呢？神宇的失望之色渐深。王爷，您落水那日，资料上说王妃也落了水，回到丞相府的时候浑身湿漉漉的，却说什么都不记得了。此事您看是不是有些蹊跷啊？顾墨寒俊逸的脸上浮现了一抹暗色。再查一次，但这一次换个方向，从南婉嫣那边入手。王爷，还有件事情。直说。云侧妃今日擅闯西风院，想要见您一面。王妃说她擅自出竹兰院是大罪，可侧妃偏不听，硬是自愿在外跪着，外面天寒地冻的，她已经跪了好几个时辰。方才属下进来之前，发现她已经昏死过去了。跪昏在外面，却没有往昔对云雨柔的心疼之意。但云雨柔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安排人带他回去，严加看管，绝不容许下次再犯。对了，不要告诉他本王醒了。
属下明白。说罢，神医转身出了房间。顾墨寒看向了窗外，想起幼年落水被人救起时说过的话：等我长大，我会报恩，我会娶你。如果那时能努力看清楚他的模样就好了。南婉嫣回到屋子的时候，看到顾墨寒正盯着窗外发呆。南婉嫣，脱衣服。顾墨寒，你变态吗？都伤成这样了，还有心思做这些事情？顾墨寒面色不语，狭长的眸子紧紧盯着他，十分的恼怒。南婉嫣，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本王是让你脱了莫允明的披风。我不脱。还有，你再这样凶巴巴的火气中死了，我可不管你。本王就是被你气的。南婉嫣，你是不是恨不能气死本王？本王好歹救了你一命，你却这样3番5次挑衅。虽然我很想说是的，你要是死了皆大欢喜，但很可惜，你现在的确不能死。你一死对我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虽然不喜欢你这个人，但眼下国难当前，百姓需要你，神策营也需要你。某些地方你的确是可圈可点，但你也别忘了，你是救了我，可没有我你早就死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扯平。南婉嫣，你从前最喜欢本王，你自己说过的，现在跟本王说不喜欢本王，谁信？我没让你信啊，反正我不喜欢就是了。住口！再让本王听见这话，本王对你不客气。男人攥紧了拳头，这才发现他无比在意南婉嫣说的这番话。你赶紧把衣服脱了，本王的衣柜里有新的衣服，你随便拿去穿。顾墨寒，你有毛病啊？怎么就跟一件衣服过不去了？我不换，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我看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顾墨寒更气了。南婉嫣，你简直就是本王的克星。等他好一点，他非要教训他一顿不可，让他知道何为夫纲。大事不好了，敌国刺客来犯，翼王受重伤昏迷不醒了。不多时，几乎城中的百姓都得知了顾墨寒生命垂危，有不少的民众簇拥到了皇宫门口，乌泱泱的跪了一片，一直在哭喊顾墨寒的名字。京城里谣言四起，百姓暴动。王妃，成王和成王妃来了。南婉嫣扭头看向了顾墨寒，装病。南婉嫣对顾墨寒做了个口型，男人立即沉沉的闭上眼。你们怎么来了？没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他跟顾墨寒隔着恩恩怨怨，但真的看到这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受了这么重的伤，顾墨风的心里竟十分的暴怒、震惊和莫名的忧心。可他不愿承认。南婉嫣，他现在什么情况了？胸口的伤虽然被纱布包好，却也渗出了不少的血迹。六弟，你明明是战士，怎么会就这样被人伤了？要是你不在了，丽妃娘娘还有神策营该怎么办呢？王爷的情况，我虽然尽全力保住了他的性命，但他一直昏迷不醒，情况不容乐观，很可能。行了，陈王妃哭得这么的撕心裂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顾墨寒的王妃呢。躺在床上的顾墨寒尽力装死，可听到南婉嫣这么说，心里不免有些愤懑。他都这样了，南婉嫣还嫌不够热闹吗？他跟南青青根本就没有什么，总爱瞎说话。别哭了，他又没死，这么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婉嫣说的是哪里话？翼王现在这样子，作为亲人落泪也是正常。王爷，您不会真的相信臣妾跟六弟有什么吧？南婉嫣，你跟本王出来一趟。说罢，他就气冲冲地往外走。该死的南婉嫣！可他望着顾墨寒俊美苍白的脸，又忍不住的心疼，不由得伸手抚摸起他的脸。墨寒，你怎么会受伤呢？好难过。不过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伤心了，这次来算是他跟顾墨寒的诀别，绝不能被儿女情长所绊倒。本王今天来就是想问清楚，刺杀翼王的人根本不是什么边境的刺客，对不对？刺客是你安排的，刺客全部都承认了。顾墨风，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顾墨风大骇：你在瞎说什么鬼话呢？本王才没有，本王绝对不会用这么阴损的招数的。南婉嫣之前就猜到了不是他，现在看他表情就更加确定。但别人挑拨离间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他有必要提点顾墨风两句，省得老被人当枪使。现在顾墨寒遭遇了刺杀，那些刺客手里用的都是你陈王府特制的弯刀，也承认是你安排的刺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知道不是你做的？当初你还叫嚷着说顾墨寒派人刺杀你，或许就是你寻的私仇呢。放屁！你少污蔑本王！本王绝对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到时候揪出刺客，本王绝不轻饶。说罢，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屋里。南婉嫣挑了挑眉：王爷，你干什么？本王不带你走，难道要看你哭死在顾墨寒面前吗？再说了，这里也不欢迎我们。说罢，他恨恨地瞪了南婉嫣一眼，不由分说地带着南青青走了。慢走不送，
他转身回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你跟顾墨风说了刺客的事情。南婉嫣漫不经心地端起了茶杯，饮了一口。该说的都说了，就看他自己想不想得明白了。方才你为什么要在顾墨风的面前说陈王妃的坏话？你是不是想本王死？怎么我说错了？方才南青青在你的床边哭得声泪俱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东西，我要是再不提醒，顾墨风头上的绿草地都能赶上足球场了。哎，不是我说，顾墨寒，你是真不太人道啊，哪哪都拈花惹草。南婉嫣，你少胡说八道，本王洁身自好，从未拈花惹草。哦，我不理解，你对我这么坏，怎么就愿意对南青青那么好脸色呢？我们不都是南家的人吗？你做人怎么这么双标？顾墨寒险些一口气上不来，恼恨地瞪着他。5年前你自己什么人，自己不清楚，坏事做尽，还逼着本王娶你，本王能给你什么好脸色？至于南青青，本王对她也不好，南家的人本王都憎恨厌恶。王妃，太后娘娘来了。翼王，太后见顾墨寒醒着，也愣住了。翼王，你既然……皇祖母，您身子不好，怎么来了？皇祖母，王爷也是刚醒，并非有意惹你伤心的。人还在就好，人还在就好啊。嫣儿啊，你也辛苦了，瞧瞧，为了翼王忙活了这么久，都消瘦了不少。婉嫣没事，皇祖母您放心。如今王爷平稳地度过了危险期，只要好好调养，就没有什么大碍了。翼王啊，你如今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定要好好养着，不要辜负了嫣儿对你的一分心意。孙儿知道，皇祖母您自己的凤体也要养好，不要为了孙儿动其忧心。你是哀家的孙儿，只要你没事，哀家就没事。哀家看你们俩关系似乎缓和了不少，还得患难见真情。孙儿都知道，孙儿也会好好对他。祖母您就放心吧，王爷这边有我，不会有事的。好，哀家总算是看到你们和和美美的了，只可惜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没有个孩子。一提孩子，南婉嫣和顾墨寒的心都跟着吊起来。来日方长，祖母不必忧心，本王和王妃都还年轻，王妃努力，总会怀上的。王爷说的对。哀家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嫣儿啊，要多吃点补药，好怀。听皇祖母的。顾墨寒看着南婉嫣，表情也有些深意。兵权的事情，哀家知道了，你们放心，无论如何，哀家都会力保你们。皇帝现在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交给哀家，希望你好好养精蓄锐。嫣儿也是，哀家先走了。皇祖母，嫣儿陪着翼王吧，别送了。皇上，那这件事情……皇帝，哀家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但关乎翼王的事情，你简直是在犯浑。太后，何事如此激动啊？您先缓一缓，莫要伤了身子。哀家如何不激动？翼王可是你儿子，他如今九死一生，尚未清醒，你什么都不管不顾。外头都军民暴动了，你也视若无睹，你还是翼王的父皇吗？哀家就这么一个顺心顺意的孙儿，倘若他出了点事情，那这个太后哀家也就不当了。从明日起，哀家就上静心寺去，日日夜夜向先帝祷告，永生不回皇宫。太后，这件事情朕自有主张。如今老六他身负重伤，能不能苏醒，朕也不能控制。皇帝，哀家身为你的母后，对你心里那些小九九清楚得很。翼王可是你的亲儿子，而且现在谁都可以死，独他不能。如今金国那边不安分，四处岌岌可危，
但他一死，西野必定陷入战事，到时候你要让谁出征？有谁比翼王更强？太后，后宫不得干政，做什么事情，朕自有分寸。皇帝，你自登基以来，哀家从未管过你一分一毫，也从不干政。这次是因为翼王，翼王他快死了，你对翼王不管不顾，是真糊涂呀！老六的性命，朕会全力救回来，绝不会让他出事的。太后别过于忧心。等到太后走远了，他背过身，负手而立，浑身笼罩上了一层凌厉之势。凤中泉，外面的情况如何了？闹事的百姓现在大概有多少人了？回皇上，军营抛开不谈，堵在宫门口的百姓已经有上万人了。早上不是才2000来人吗？皇帝心头一震，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让南婉嫣救回翼王。至于军令，暂且不要再提。是，奴才这就去。王妃，皇上这次让咱家来，是想告诉您一声，军令的事情，皇上让您按兵不动。父皇不要的话，倒是好办，毕竟军令就不在我身上，也就无需我出手了。但是凤公公，父皇应该不单单是让您来说这件事吧？咱家就喜欢跟王妃这样聪明的人打交道。皇上还说了，要王妃必须治好翼王，务必让他活过来。恕我直言，凤公公，你也看到了，王爷现在这个情况，不仅伤及心脉，还牵连到了4肢神经。本王对你，难道你心里有别的男人了？急着和离想要改嫁？或许脑部都受了创，而且他当时出血量过大，我便是再精通医术，也怕是无力回天了。顾墨寒的心头猛地不安起来，南婉嫣想做什么？凤中泉顿时急了。那不可能，现在翼王不能有半点事情，王妃必须救回来。不是我不想，皇上想一出是一出。翼王本来就伤得重，之前救他我就没有十足的把握，如今伤势拖到现在更加严重，真不一定能救回来。凤中泉彻底急眼了。咱家明白王妃有多难，皇上说了，不惜一切代价救人。等王妃救回了翼王，若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是合情合理，咱家相信皇上一定会答应您的。南婉嫣心里顿时满意了，那我尽力吧，好好的救治王爷。那咱家就回去向皇上复命了。说罢，凤公公朝着南婉嫣躬身，疾步走了出去。顾墨寒早就按捺不住自己想要起身的冲动，此刻他更是直接下了床，强忍住心口的疼痛，一把将南婉嫣搬过来，对着自己。南婉嫣，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利用本王和父皇做交易，你可知道你是在死亡边上试探？有什么试探的？现在是你父皇有求于我，我也不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我只想跟你和离。和离？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不安于世，逮着机会就想跑。蓦然伸手强行将南婉嫣抱进怀里，一把就将南婉嫣扔到了床上。你干什么？他要爬起来，肩膀却猛然被人按住，给推回了床上。男人气压而上，怒目而视。南婉嫣，你是本王的女人，为什么总这么急着想要和离？本王对你，难道你心里有别的男人了？急着和离想要改嫁？和离不是说好的吗？我只不过是提前了。至于和离和我嫁不嫁人，与你无关。顾墨寒，你不要这么自私，觉得什么都是你的。我是个自由人，得有自己的生活。顾墨寒不小心牵动了身上的伤口，疼得狠狠地皱着眉。怎么与本王无关？你跟本王同过房，还生了孩子，你就是本王的女人，想改嫁门都没有。再退1万步，你日后若真要改嫁，那2个小丫头怎么办？后爹肯定不如本王待他们好。他从未想过自己对女人的占有欲会如此强烈，强烈到他一再认为此生他就认定了南婉嫣了。他不允许任何男人霸占他。你是将死之人，话说的再难听，今日我都可以暂且不跟你计较，但是你给我记住，2个小丫头从来不是你的孩子，更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别再打我孩子的主意。孩子是本王的，本王知道，就算不是本王的，也不会再有人像本王一样对他们好，视如己出。我要改嫁，自然会选择好的夫婿。他胆敢对我和孩子不好，腿都给他打断，就不劳你费心了。说完，他便要走，却猛然被他抓住了手腕。南婉嫣，
你以为和离了，一切都会皆大欢喜吗？父皇贵为天子，纵使我们和离，你却知道他那么多秘密。一旦离了本王，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别聪明反被聪明误。父皇连他都不信任，何况南婉燕？和离后我要去哪儿，怎么应付皇上，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累了，照顾了你一夜，却换来你这样的态度。要是不想死，你最好别再让伤口裂开，我可不会再救你。说罢，南婉燕重重地甩开了他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去了。南婉燕，你给本王站住！香林院里，于峰正守着两姐妹在玩呢。王妃，娘亲回来了，娘亲，你终于回来了。娘亲没事吧？辛苦了一夜，肯定累坏了。血！不哭啊，娘亲没有受伤，这都是别人的血。不是娘亲的血，难道是坏蛋的？小正角也联想到了，辛苦王妃了。两个小主子因为思念您，一晚上都睡得不太好，玩也不想玩了。现在您回来了就好了。不过不知王爷……他度过危险期了，但是还没醒。不过不用担心，阿姐，我还是想去看看那个大坏蛋。小正角一愣，虽然他也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心里对顾墨寒还是有那么一丝牵挂的。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是因为他救了娘亲，我们感激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意思。二人蹑手蹑脚从床上爬下来，还不忘一脸认真的帮南婉烟盖好被子。娘亲，我们待会儿就回来，绝不乱跑。顾墨寒皱着眉，警觉地闭上眼睛，却听见耳旁多了两道乖顺平稳的呼吸声。阿姐，你说他能醒过来吗？不知道，但是娘亲说人自有造化，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造化了。还战神呢，哼，这个时候还不行。只见方才还昏睡的顾墨寒忽然睁开了眼睛。你说对了，本王是战神，怎么可能这么不堪一击？姐妹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稳稳地抱在了怀里。啊，那要不要喊本王一声爹爹？娘亲说了，做人不要得寸进尺。嘘，本王醒了这件事，你就当做我们之间的秘密，暂时谁也不要告诉我，好不好？小正角一把推开了他的手，警惕地看着他。为什么？顾墨寒修长的手指捏了捏他的小脸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你们娘亲现在不希望别人知道。真的？姐妹二人显然不相信。真的。你真的没事了吗？于峰哥哥他们都说你伤得很重，还流了很多血，都醒不过来。是他们过于担心了，本王怎么可能被那些小人所伤？再者，有你们娘亲在，本王更不可能昏迷不醒。那当然啦，娘亲就是仙女下凡，无所不能的。小包子还是有些担心顾墨寒，伸手小心翼翼地戳了戳他的胸膛。这里疼吗？磨着顾墨寒伤口处的血肉，他的冷汗瞬间冒出来。可即便如此，还是咬牙坚持。不疼。你们娘亲呢？在屋子里睡着了，娘亲可累坏了。为了救本王，她一直没有休息，现在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哼，当然了，娘亲说过救人如救火，你现在能醒都是因为娘亲救了你，你可得对娘亲好点儿。没错，你不能再欺负娘亲了，我们不会放过你的。欺负他？他现在不会欺负他，至多缠他的身子，想尝尝他的滋味。本王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本王是说如果本王和你们娘亲和离了，你们会跟着谁？什么是和离？本王和你们娘亲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分开，可是只有一个人能带着你们，你们想跟谁在一起？自然是娘亲。顾墨寒身形一震，顿时觉得有些五味杂陈，说不出的难受和落寞。也是，你们跟着你们娘亲这么久，要是不和她走，倒显得没良心了。但你们就不好奇你们的爹是谁吗？不好奇，有娘亲就够了。不然遇到像你这样的，虽然保护了娘亲，自己却伤痕累累，那可怎么行？这次是意外，再有下次，不，本王不会，也不可能让你们有受到危险的可能。哼，你装什么帅？等我长大了，肯定比你厉害。到时候你要是能打得过我，再口出狂言。小豹子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有些哽咽。没有下次了。好，是本王口出狂言，等你们长大跟本王比划比划。既然你们没有爹爹，那要不要喊本王一声爹爹？娘亲说了，做人不要得寸进尺。你虽然救了娘亲，我们也很感激，但是我们是有原则的，顶多
顶多叫你不那么坏蛋了。下次不许再画了，你们娘亲不会喜欢的。哼，你们娘亲不在，她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们都瞒着，不让任何人发现。你们若是答应了，本王就答应你们一个条件，如何？阿姐，小正角扑到他的跟前，伸出双臂护着。虽然，但是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了，我们也不好驳你的面子。这样吧，自己娘亲憔悴了许多，我和小包子一直琢磨着怎么让娘亲容光焕发。若你给我们练手，我们就考虑你的话，如何？他歪头冲着小包子眨眨眼。对，娘亲也很久没有打扮了，我和阿姐想着学习化妆，然后惊艳娘亲一把，亲自给她打扮打扮。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练手对象。让本王扮作女子，绝对不可。话音刚落，他就看到小正角和小包子的眼里饱含着对他的希冀与期待，他的心瞬间被击中。本王能，你们想怎么来怎么来，开心就好。他堂堂战神，一世英名全败在自己女儿手上了，但他忍，自己的孩子自己宠。就按这个吧，画完还能香香的。你画左脸，我画右脸。画好看一些。姐妹俩相视一笑，却有些不怀好意。放心吧，现在顾墨寒面中涂了一大坨。你们确定这样会好看？这个颜色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女人会用的。放心吧，每人都是这样画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一会儿被要求闭上眼睛，一会儿被要求往下看。顾墨寒忽然动手抹了一点黄色的香薰，趁小正角不备，抹在他的脸蛋上。小花猫。小包子看着小正角的花脸，笑得咯咯咯的。你竟然偷袭，不讲武德！顾墨寒顺势又往小包子脸上抹了红色的痕迹。现在你也是了。三人面面相觑，竟然瞬间捧腹大笑起来。顾墨寒看着笑出眼泪的姐妹二人，忽然有些失神。你是不是不开心了？对不起，我们只顾自己高兴了。好，不关你们的事，本王也很开心。怎么样，画完了？保证你满意。小正角把铜镜递给顾墨寒以后，就背过身去，捂嘴偷笑了。顾墨寒照着镜子，心脏险些骤停，丑的都能当门神辟邪去了，这哪里是化妆，简直是索命。怎么样，好看吧？画得挺好的，下次不许再画了，你们娘亲不会喜欢的。本王已经给你们当练手的了，你们是不是该叫本王爹爹了？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破例喊你顾叔叔。顾叔叔。顾墨寒忍不住的笑了。好，顾叔叔也挺好的。小正角和小包子看着他，竟有些怜悯起顾墨寒来。我们出来时间很长了，该走了。小包子定定地看着顾墨寒，有一点点的不舍得。回去陪你们娘亲吧。小正角拉着小包子走出门去。出门前，小包子深深地看了顾墨寒一眼。他好像怪可怜的。姐妹俩走后，屋子里瞬间恢复了冷清。强撑着身体，低头看着铜镜，眼神柔和而又坚定。我们父女终有一天会相认的，而这一天不会太远。王爷终于醒了，还给大家都多发了奖励和俸禄。王爷呀，可对我们真是太好了。顾墨寒醒了？你们刚才说什么？王爷醒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云侧妃，王爷醒来1-2个时辰了，这件事情王府上下都知道了。还是王妃医术高超，真把王爷给救活了。话音刚落，旁边的侍女狠狠掐了他一把。谁不知道云雨柔和南婉嫣关系不好？这样说分明就是在拉仇恨呢。我知道了，你们下去吧。云侧妃，没有王爷的吩咐，您不能出院子。王爷醒了，我要去见他，你们别拦在这里。2个侍卫根本就没有碰到他，云雨柔双腿一软，直接跌倒在地上。高管家刚好路过竹兰院。哎呦，云侧妃呀，您这是何苦呢？您就老老实实待在竹兰院里，本本分分的不好吗？高管家，算我求您，您能不能告诉王爷，我知道错了，就让我见王爷一面吧，好不好？这老奴可以到王爷面前说一说，但此事恐怕，没有转换的余地，还请侧妃做好心理准备才是。我可以接受的，只要你帮我带话，无论王爷愿不愿意我去见他，我都可以承受。我只求王爷能够不再那样冷落我，我想陪在王爷身边，照顾他。
高管家点点头，行色匆匆地往西风院赶。王爷，老奴有事要报。何事？是云侧妃的事情。自从昨天她在您屋外昏迷以后，就长眠不醒，方才好不容易醒来，听说您没事儿，就恳请老奴来通报一声。侧妃说想见见王爷。不见。王爷，或许老奴多嘴，但是云侧妃现在一个人在竹兰院，体寒虚弱，身子骨瘦得仿佛纸片一样，摇摇欲坠啊！刚才还因为走得快摔了一跤。云兰院里伺候的人还说呀，侧妃她每日都腹痛不已，尤其到了深夜的时候。但她为了见到王爷，竟一点都不顾自己的身体情况，想来是真的很想见您一面呐。本王知道了，既然这样，那你就去找溥仪给他看看吧。对云雨柔，他就剩下仅存的一丝恩情和善意。是，王爷。云侧妃，您这双腿恐会落下寒疾，每到冬日都会发作，痛不欲生啊。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哼，王爷心里始终是有我的。南婉言，只要我一天在这王府，你就休想盖过我的风头。皇上，如今义王醒了，这昨日还在叫嚷着的百姓将士们也都乖乖的各司其职去了，你无需再担心此事会发酵变大，这局面呢，已经控制住了。凤中泉，朕还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呀，有勇有谋，又颇得百姓将士们赏识。你说朕再这样下去，是不是就能直接让位给他了？没有后顾之忧，也不用操心了。皇上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您正值壮年，这日子呀还长得很。皇帝冷笑着，眸底有一丝杀意掠过。朕不该心软的，既然这些人都乖乖回去了，那就好好等秋后算账吧。是，皇上。哎呀，到底是天子，怎么可能真的愿意吃这么大的亏呢？义王啊，还是自求多福吧。娘亲，跑这么快，小心一会儿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了。没事儿，我和小包子吃的不是很饱。对了，娘亲，那个大坏蛋醒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见过了。我们趁娘亲睡着，偷偷去看了他。但是娘亲放心，我们只是因为他救了娘亲才去看他的，绝对没有别的目的。然后我们看他没什么事就回来了，也没有乱跑。娘亲不怪你们。那他和你们说了什么吗？小蒸讲和小包子想起他们和顾墨寒之间的秘密约定。他没说什么，不过娘亲，那个坏蛋真的好欺负。昨日我和小包子说要给他化妆，他竟然同意了。娘亲，我和阿姐用香蕉在他脸上画了好多东西，然后南婉言见两个小家伙开开心心的，心头狠狠的一震，危机感扑面而来。没想到顾墨寒还有笼络人心的本事，他的闺女都快被他哄去了。娘亲，你在想什么？没事儿，但下次你们不要再偷偷跑出去了，我会担心的。听话好不好？好，我们听娘亲的。那现在跟着香玉阿姐去找先生和嬷嬷们上课吧。在他们走后，南婉嫣的脸色瞬间冷沉。王妃，咱急匆匆的是要去哪里啊？入宫。于峰见他脸色不太好，没有多问。王妃不得外出。怎么，本王妃要出门，你们也敢拦？属下不敢，王爷有令，王妃不得擅自离府。顾墨寒这个王八蛋竟敢过河拆桥！王妃，这倒是真的，王爷一早就下了令，并非针对您。并非针对王妃，王爷说了，非常时期，王府目前不许任何人外出。王妃，王爷请您过去一趟，说是到了换药的时辰了。沈宇有些紧张地滚动喉结，目光忽闪地盯着南婉言。你为什么不让人出入王府？不是说了，非常时期不能外出。行，我听你瞎扯。不过你的非常时期用不了多久，就算我不出去，宫里总会有人请我进去。你别总做那么无聊的事情。你的话怎么那么多？给本王上药。南婉嫣面容冷艳，从怀里摸出了药膏，放在他的手边。这是药，你让沈宇帮你上，我要回了。站住！本王都这样了，你这个做医者的，不是向来负责到底？现在把这些话摊给沈宇，算不算是公报私仇？说我公报私仇，那你滥用职权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彼此，谁都别说谁。
顾墨寒俊脸一沉，将药膏攥在手里。说了不让人出入王府，并非完全针对你。神宇之前跟本王说，京城里的暴动虽然已经平息，但有不少人显得尤为狂热，到处散播本王是神仙显灵，拥有神力，所以才逃过一劫。现在翼王府外头全是疯狂的百姓，你要是出去，就是众矢之的。神仙显灵？南婉嫣眯起了眼睛，极其聪慧，自然也能察觉到不对劲儿。本王的话有那么不可信吗？横竖你都出不去，不如给本王上药，等本王快点好起来，你想入宫或是去哪儿，本王都不拦着。把衣服脱了。昨日本王让你脱，你说本王变态，本王的手不方便，肩上还有伤，你来帮我。南婉嫣看着顾慕寒那双漆黑的墨瞳，怎么看都觉得不怀好意。没有一点王妃的自觉性，你替本王更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顾慕寒一边说，一边将上衣给脱了。我不是说过不让你动作太大，安心躺着，若是我给你缝合的伤口再裂开，始终好不了的话，我就不治了。他瞎眸灼灼地盯着南婉嫣，仿佛要将其看穿一般，修长的指节捏着他的下巴。你担心本王了？你脑子出问题了。南婉嫣面无表情地拍开了他的手。你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你不觉得恶心？男人微微含笑的眼眸倏然沉了下来，一脸的不开心。怎么说他担心他只觉得恶心害怕？哎，那两个小丫头来找过你吧？昨夜本王陪他们玩了会儿，才会动到伤口，跟孩子们无关。小丫头们感激你来看你，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顾墨寒，我警告你，离我的孩子们远一点。本王说了，不管他们是谁的孩子，本王喜欢他们，会一心一意对他们好。你总这么排斥，让本王十分怀疑你心虚。南婉嫣给他系着绷带，确保不会让他受伤的情况下用力，狠狠的一笑。我心虚什么？我只是看你不顺眼，凡是我看不顺眼的人都不能接近我的孩子。顾墨寒后背一疼，脸色有些难看的瞪着他。南婉嫣，喊我干什么？我已经给你上完了药了，我要走了。顾墨寒的火气却顺着心口蔓延到了全身，他瞥见自己被重新包扎好的伤口，一旁裸露在外面的肌肤还残留着血迹，一把抓住了要走的南婉嫣的手腕。你就是这样负责的，也不帮本王擦身体换衣服。你放手，我不帮你擦，这些事情谁不能做？你院子里没婢女吗？随便找一个不就完事了？本王的身体只有你能碰，你是本王的王妃，做这些事情天经地义，合情合理。你少扯，云雨柔也是你的妃子，实在不行你就找她去。南婉嫣，你怎么这么嫌弃本王，让你擦身推三阻四的？他的手蓦然用力，将他扯到他的身前。南婉嫣是毫无防备，险些亲到他的脸，好在及时按住了他的肩膀，但是姿势属实是暧昧不清。顾墨寒，你干什么？手直接搂住了他的细腰，将他往怀里扣，火气比他还大。今日偏要你给本王擦身，你要是还想走，就老老实实听本王的，不然本王能折腾死你。你应该见识过本王的手段。顾墨寒，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本王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哼，行，不就擦个身子吗？擦就擦，你可别后悔。水在那儿。你倒是放开啊！这人受了重伤，怎么还有牛一样大的力气？不放，谁知道放了，你是不是就要跑了？这种事情你做的可多了去了。说罢，他却伸长了手，方便南婉嫣走得更远一些。南婉嫣简直想给他一个棒槌。没有手，我怎么拧帕子？顾墨寒伸出另一只手，抓着帕子的一端，往反方向拧。为什么最近想打死顾墨寒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两人一起拧水，拧得南婉嫣着实是暴躁，可顾墨寒却不是这么想的。南婉嫣细嫩的小手在他的掌心间不安分地动着，温软带了几分凉意，挠得他心痒痒的。只要跟南婉嫣有任何一点亲密的接触，就会心跳加速，身体各处不自然的燥热。他看向了南婉嫣，愤愤不平，却活色生香的脸蛋莫名有些口干舌燥，终究还是放开了他的手。南婉嫣见他终于松开了手，一把将温热的帕子盖到了顾墨寒的腹部和胸口，带了几分脾气，擦拭起来很是用力，也不算是挠痒痒，而是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会儿，黑眸直勾勾地盯着他。可他等了一会儿，他就只是擦他的腰腹和后背。南婉嫣，还有地方没擦？哪儿？他看着他，忽然玩味地笑了。你说哪儿？本王又不是只有上半身。顾墨寒，这世间没有你什么留恋的人了，是吗？什么意思？不想活你可以当场去世的意思。我可以帮你，你是要老鼠药还是鹤顶红？要人道毁灭还是下油锅？想要什么死法我都能提供。他的眼眸掠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不悦，将他手里的帕子拿了过来。
不必费心，本王还想颐享天年。南婉嫣，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本王了？话刚一说完，便自己蹙起了眉头，后悔了。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你这话问的，我当然是不。你回去吧，本王不用你伺候了。府里有什么需要，和沈宇或者高管家说一声，只要不是苛刻要求，他们都会替你做。南婉嫣后面的话全部被迫咽了回去。好在南婉嫣也懒得计较，转身走了出去，扔给了沈宇一瓶药膏。之后你每半日给他换一次药和绷带，他今天脑子似乎有点不太正常，你好自为之。沈宇还没听全，就看到他只留下了一袭清丽的背影。王爷，王妃已经走远了。顾墨寒睨了他一眼，一副用你说的表情。你那边可有查到什么消息？是有一些，属下查到那群刺客确实并非成王府的人，而且他们当日穿的黑衣用的都是上好的衣料，出自宫里的上衣局，全都符合皇家死士的特征呢。皇家死士？顾墨寒突然不敢深思了，这一切是不是宫里高高在上的那位做的？无论是谁，都有人想要本王死，本王绝不任人宰割。你传本王的命令到神策营，要求全体将士们严阵以待，好好操练。本王一旦伤好，立即回神策营统辖。还有，加派人手去五苦殿，保护好母妃，绝不许再有任何的闪失。是，王爷，属下这就去安排。早该这样了，5年前王爷就不应该放权。舅舅，我来看你了。婉婉，你来了，过来看。舅舅，你发现什么了？哎呀，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曾惬意地趴在我的肩膀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你娘亲呢，总会端着果盘笑着，一边吃一边和我们说话。想想那些日子呀，竟然一晃都已经过去几10年了。垂眸看向了蹲在他身边的南婉嫣。婉婉也不知不觉出落成姿容绝艳的大姑娘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娘亲虽然不在了，但有我，有2个小丫头在，我们都会一直陪着舅舅的。莫雨明温柔地揉了揉南婉嫣的脑袋。我也会一直陪着你们，护着你们。你方才去哪里了？我都没有看见你。原本是要进宫见皇上的，但不给外出，又被顾墨寒喊去换药了，所以回来的晚一些。莫雨明唇角的笑意一下子敛了一点儿。王爷不让你出府？对呀，不用理他，迟早我都是要进宫的。舅舅放心，等我跟皇上说好了，和离书拿到手，我们就能走了。王妃，您来了。先生，你应该喝药了。好。舅舅恢复得很不错，照这样下去，应该很快就能痊愈了，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路生活了。真的吗，王妃？8九不离10，我先试试反应。南婉嫣从怀里掏出了银针，将银针刺入到莫允明的肱骨附近。莫允明眉眼微皱，忍着疼意。南婉嫣看着他这副隐忍的模样，舅舅，你疼不疼？有点儿。王妃，疼说明什么？是我替先生做的康复做的不好吗？舅舅的腿疼了，说明了什么？说明有知觉了，有知觉了就是快恢复了。你说你做的好不好？我做的不好。哎，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啊！先生苦挨了10年，都说他想要重新站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可王妃您竟然真的把先生给治好了，您真是太厉害了。婉婉，谢谢你。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年要不是舅舅救我一命，现在坐在轮椅上的人应该是我才对。阿西呀，去买几串糖葫芦，我要好好的奖励婉婉。是，先生。婉婉，这段时间你辛苦了，皇宫的事情牵扯颇深，还要带好2个小丫头，甚至还要分心顾着我。等我恢复的差不多，我就带着你们离开，去一个就算是皇帝也无法危及到你们的地方。什么地方？还能有皇帝都伸不到手的地方？那里民风开放，文化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我相信你呀和2个小丫头会喜欢那里的。还有那么好的地方，和你们在一起，去哪儿都行。好。他正想要多说什么，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骚乱声。你们王妃呢？她在哪儿？让她滚出来！一个男人头戴银冠，气势汹汹，而他的身边跟着唯唯诺诺的云雨柔。云禾表哥，你别生气。南婉嫣今日定不会让你好过。时间回到了半刻钟前，倩碧多掉了好几日的命，到底还是没气儿了。云雨柔恨得牙痒痒的。你放心，害死你的南婉嫣，我绝不让她好过。云雨柔得知顾墨寒醒后，便让人给将军府送了信儿。雨柔表妹，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云禾表哥，
云恒表哥，你快救救柔儿吧！柔儿在这王府里已经没有说话的份儿了。云恒还未说话，他的身后就走出了一位婢女，心疼地看着云雨柔。侧妃辛苦了，往后奴婢会代替倩碧在王府伺候侧妃的。葬花，你来了。葬花和倩碧都是他曾在将军府的婢女。说，是谁让雨柔变成这样的？说话呀！难道你们义王府的下人都是哑巴吗？一旁的下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这都是云雨柔自己做的孽。云恒表哥，对不起，方才是柔儿失态了。上次漠然表哥的事情您也听说了，也不知道王妃哪里来的消息，竟然说都是柔儿一手策划的。从那以后，王爷就不再来柔儿这里了，都是柔儿不好，如今连倩碧都……雨柔，别这么说，我的弟弟什么脾气我清楚，这件事情算他倒霉，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多少还是有些牵扯的。柔儿本就受王爷宠爱，王妃从5年前就嫉妒不已。倘若入府后，王爷不曾将管家权交给柔儿，王妃又怎会愈发憎恨柔儿，这么算计柔儿？如今柔儿的管家权没了，还被推下了湖，身子也大不如前，可谓是一无所有。南婉言，你竟敢打本少将！柔妹竟然过得如此艰辛，那个南婉言真是该死！5年了，都还视你为眼中钉，王爷也真是力不轻，怎么会信他不信你啊？跟我走，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他，让他知道我们将军府的人绝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云雨柔的眸底闪过了一抹橙色，她太久没有这么顺心过了，就等着云恒给她报仇呢。莫远明温润的神色瞬间冷沉，他想为南婉嫣出头。没事，一些阿猫阿狗的不必脏了舅舅的手，我去就行。婉婉，若是有事就吹这个，我会第一时间赶来。他递给了南婉嫣一个做工精巧的骨哨，南婉嫣接过，头也不回地开门走了出去。门关上以后，莫远明扫了窗户的一角，眸色阴鸷，绝不许让他受伤。是，主子。云少将军，王妃现在正在休息，您若是再闹事的话……云少将军，云恒嘛，5年前护着云雨柔欺负羞辱原主的将军府的嫡子。出院子的南婉嫣明眸微眯，眸底掠过了一抹冷意。本少将今日还偏就不走了，非得问问你们王妃，堂堂王妃竟如此善妒，仗势欺人，将侧妃欺负成这样，究竟是谁给她的脸呢？香玉快压不住火了，于峰拿着剑蠢蠢欲动。侧妃，这是王妃的地盘，您要是不带少将军回去，那就退到一边，属下有责任有义务护好王妃。等会儿动起手来，刀剑无眼，莫要伤了你。云雨柔的神色似乎有些害怕。算了吧，表哥，王爷若是知道了会生气的。云恒见状更怒了，瞪着于峰和香玉，抬脚就要踹于峰。就你们这些贱奴也配跟本少将动手？哼！你们少吓唬雨柔，就是太善良太温柔，才被你们给欺负。识相的就滚开，不然本少将手里的刀可是不长眼。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飞来了一口平底锅，重重砸在了脑门上。谁干的？众人神色骤变，香玉和于峰一下子笑了。王妃，云雨柔眼神一狠，云恒立即朝院中看去，只见南婉嫣一袭红色的长裙，身上裹着白色的外袍，云恒一时间竟看呆住了。南婉嫣漫步而来，走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恒的心尖上。远远的就听见有狗在吠，没想到竟然是少将军。少将军阵势这么大，是想教训谁啊？刚刚用平底锅砸人的同时，南婉嫣成功的给他下了含笑半步颠。云恒还没有从美色中反应过来，云雨柔看了一眼云恒，有些生气的用力掐了一下云恒。云恒表哥，你没事吧？你脑袋上好大一个包，王妃下手也太狠了。南婉嫣，你竟敢打本少将！本少将警告你，雨柔善良，不敢与你争，任你欺负，义王也不敢拿你怎么样。但我们将军府却绝不会袖手旁观，必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峰和香玉挡在南婉嫣的身前，放肆！滚开，不然连你们一块教训。表哥，殿下不可对王妃无礼，王爷会生气的。小妹别怕，我也让她好好尝尝落水受寒、痛不欲生的滋味。南婉嫣冷笑着，住手！刚刚赶来王府的十皇子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云恒的肩膀，抬手一掌拍在了云恒的胸膛上，震得他头晕目眩，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云雨柔惊呼了一声：“表哥！”十皇子妃吓着了，忙跑向了南婉嫣。六皇嫂，你没事吧？可有伤着？你们怎么来了？云少将军既然对王妃大打出手，
就算你是将军府的嫡子，也太目无王法了吧？殿下，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南婉嫣还是5年前那个不折不扣的恶毒女人，她……骂着骂着，云恒突然咧开嘴，从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响彻云霄的狂笑，夸张的扭动着胯部，双腿一扭一扭的，好像是在跳舞。众人傻眼了。云侧妃，为你出头的表哥好像气坏了身体，你让人找他回去治病吧。至于他的账，你的账，我回头再来清一清。云雨柔瞬间慌了神，不知道云恒为何突然间变成了这样。王妃，殿下，皇子妃，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此事与妾身无关。妾身真是劝过表哥了，表哥他只是见妾身轻受了不少，所以才如此生气心急。他连忙去拉云恒，想让他冷静一下。云恒表哥，你快跟殿下解释，你不是故意的，你只是太心急了，好好的给王妃道歉，王妃大度，不会为难你的。南婉嫣竟然有10皇子和10皇妃保驾护航。南婉嫣的命也太好了。云恒一听要道歉，气得一巴掌直接打在了云雨柔的脸上，完全失去了理智，一把掐向她的脖子。道歉？我怎么可能道歉？他是什么贱人？还有你拦着我做什么？云恒表哥，是柔儿啊！侧妃，少将军，你快放手啊！葬花惊得连忙去掰云恒的手，却被他一脚踹开了。放开！众人愣愣地看着于峰上前一掌打在了云恒的腹部，云恒摔在地上不断的翻滚抽搐。原闻你对本王妃出言不逊，看在将军府的面子上，也看在你似乎身体不好的份上，饶了你，让你的柔儿来担责。没想到你的柔儿不肯送你去治病，现在你又掐晕了他，那就只得30大板伺候了。云恒又怒又气，却无法开口，一开口就哈哈大笑，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时间竟憎恨起了云雨柔。于峰，打完了就送少将军回将军府吧，替本王妃跟将军声明情况缘由，免得将军府的人找不到报仇的对象，又来找本王妃的麻烦。是，王妃。南婉嫣看向彻底呆住了的脏话，还不滚！啊，是，王妃，奴婢告退。脏花背着云雨柔慌忙的往外走。今日让师弟和弟妹看笑话了，也多谢你们的仗义之言。六皇嫂说的是什么话？我们都是一家人。殿下说的不错，皇嫂今日又飒又帅，简直像个巾帼女英雄，和六哥般配的不得了。你说笑了。哎，你们今天过来是不是要去看去看王爷？不愧是皇嫂，料事如神。臣弟与婉莹听闻六哥醒了，就马不停蹄的赶来了。六哥在哪儿呢？哎，那个他不在这里，我让人带你过去吧。10皇子和10皇子妃对视一眼，都有些诧异。臣弟想着六哥跟皇嫂住一块儿呢，没想到不在啊。臣弟先过去看看六哥吧，皇嫂可以与婉莹多聊一会儿。六哥和六嫂的感情不是好转了吗？怎么还分开睡呢？那少了多少夫妻情趣啊！六嫂那么漂亮，六哥怎么忍得住不碰啊？好，相玉带殿下去见见王爷。六哥，你还好吗？师弟，你怎么来了？我和婉莹听说你醒了，就想过来看看你。你的伤势还要紧吗？无妨，就是些皮肉伤，本王还能受得住。六哥，我和婉莹出宫前去看了一趟宜妃娘娘。你们去看母妃了？王嬷嬷说宜妃娘娘恢复得很好，看着面色都红润了不少。王嬷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是可以保你平安。这个香囊还是宜妃娘娘之前亲手绣的，可是还没等她绣完。顾墨寒看着手里的香囊，有几分冷色，也有几分悲痛和愤怒。本王知道了，多谢师弟。六嫂嫂，你和六哥是不是和好了？都患难见真情了，也该和好了。我和王爷一直也没什么大问题啊。六嫂嫂，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知道你是很喜欢六哥的。我和你说啊，女人呐，不一定要矜持，我们可以放下面子。为了感情好，你一定要和六哥住一块儿。他若生你的气，有什么问题扑倒，亲一个再说，多大的问题都能处理。你，哎，等，你不去看顾慕寒了？可是我还有话想说。六嫂嫂加油，我看好你们，我会劝六哥学习夫妻之道的。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没事不要隔夜仇。哎，你可别乱叫啊，会出事的。徐婉莹全当没听见，跟着婢女一道朝着顾慕寒的院子走去了。突然从小道里窜出了2个鬼鬼祟祟的小身影。是谁？小正角和小包子手里一人一根糖葫芦，显然被他的叫声给吓到了。天哪，也太可爱了。不过这2个小女娃怎么越看越眼熟？忽然徐婉莹的瞳孔狠狠的一震。你们是六哥的？
徐婉莹大惊：“你们是六哥和六嫂的孩子吗？”谁知这两个小家伙拔起腿来就开跑，像兔子似的，一溜烟的跑没了人影。哎，别跑啊！完了，阿姐，我们被发现了。别怕，那个姐姐看上去呆呆的，还有点可爱，应该不是坏人，不知道会不会给娘亲惹来麻烦。石皇妃追不上两个小家伙，皱着眉撅了撅嘴，随后便加快了前往西风院的脚程。六哥，听臣弟一句劝，这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你和六嫂一定会冰释前嫌，再不济你就……六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的王府里竟然有2个可爱的小丫头。顾墨寒的心里一个咯噔，俊脸顿时沉沉地看向了石皇妃。难道小包子和小蒸饺被发现了？南婉言不是一向将他们2人护得紧吗？什么小丫头？就是我方才路过花园的时候，亲眼看到2个4、5岁的小女娃，长得简直太可爱了，我一看心都化了。而且，她们俩长得和六嫂嫂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美人胚子，可眉眼间的英气，一看过去又似乎和六哥如出一辙。所以我想，这会不会是六哥和六嫂的孩子？石皇子大骇，震惊的不能自已。六哥和六嫂都有孩子了，还是2个小女娃。六哥，你怎么没说呀？现在绝不是暴露2个小丫头身份的好时机。你说的小丫头是不是一个扎着双马尾，一个扎着丸子头？看着一个活泼好动，一个沉稳安静。看着像是一个眼神古怪精灵的，一个胆小一些，不过我没有相处过，不知是不是。不是本王的孩子，而是本王府上一个下人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曾是本王军营里的一名小兵，负伤后离开还乡，夫人和家眷却遭遇洪水去世，所以他才带着他的2个女儿找到本王。本王破例收留他们一段时间，等他在京城安定下来，就接走。婉莹，你看错了，那不是六哥的孩子。可我还是觉得他们长得像六嫂嫂，别的孩子能和六嫂嫂长得那么像吗？怎么？难道十弟妹认为本王会撒谎？不会，六哥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应该是我没休息好，看花眼了。无妨，你们若是真不信，本王也没话说。信，我们肯定相信六哥。既然是个误会，本王相信十弟和十弟妹应该能处理好这件事，不会将这个乌龙闹到父皇面前去吧。石皇子夫妇四目相对，举起双手肯定地说：六哥放心，都解释清楚了。他们识趣的没有多留，一道出了王府。王爷，去香林院。是。也不知道那人有没有看清我们。小包子刚想说话，就看到南婉嫣走进来。是不是太累了呀？累了就先休息吧。一道清凜的音色从南婉嫣的背后传过来。你们没事吧？他们待在我这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方才你们是不是看到石皇妃了？她有没有吓到你们？两个小家伙心里一惊，小丫头们见过石皇妃？你不知道？南婉嫣立即看向了两个小家伙，你们出去了。我是不是说过，最近你们无事不要随便往外跑？小蒸饺和小包子第一次见南婉嫣如此严厉。娘亲，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娘亲，我们觉得院子里待着有些发闷，所以才会溜出去闲逛。男人伸手修长的手直接将姐妹二人搂过来，护在怀里。你不要急，此事本王已经暂时压下来了，师弟和弟妹不会乱说，暂且不会有人知道两个小丫头的身份。你们无聊，娘亲知道，但现在还不到你们任性的时候。你们的身份特殊，注定需要承担一些苦。现在若是被人发现，很有可能遇到危险。娘亲不是怪你们，是怕出事了，也是在提醒你们。知道了，娘亲，是我们不好，娘亲不要生气，我们以后会乖乖听话的，再也不出去溜达了。顾墨寒见状，心头更是柔软，心疼两个小丫头。那婉嫣，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有挽回的余地。眼下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你放心，此事就算真的被父皇等人发现了，本王也有能力护得住你们。小蒸饺和小包子愣愣地注视着他，两个孩子懵懂的眼神里流窜些许他们从未有过的期待和安心。这件事情跟你无关，我们不需要你护着。南婉嫣一把从顾墨寒的怀里抢过两个小丫头。娘亲有许多事情瞒着你们，想说，但你们太小，还理解不了。可你们要相信娘亲，一定不会让你们受伤的，好吗？小蒸饺和小包子委屈的点点头，心里却闷闷的有些难受。南婉嫣，本王的话你究竟有没有听进去？本王在这里，没人能动得了你们。我说了，你这份情谊我们不需要。南婉嫣诚心看向了两个小家伙，抬手擦了擦他们脸上的泪水。乖，没事了，等熬过了这些日子，
以后我们天高任鸟飞，娘亲带你们游山玩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再也不受这些限制约束了。现在你们乖乖听娘亲的话，好不好？知道了，娘亲。南婉嫣牵着他们离开，而顾墨寒跟上。是奴婢不好，一时心软，就放小主子们出去了。不是你的责任，是我没有看好，把他们带到后院去吧。娘亲，我们复习功课去了。小蒸饺和小包子一左一右牵着香莲朝后院走去，南婉嫣也想跟过去，却蓦然被顾墨寒抓住了手腕。南婉嫣，我们谈谈。沈宇咽了咽口水，有些紧张地看着气氛十分压抑的二人，感觉大事不妙啊。他忙退到院外守着。我们有什么好聊的？南婉嫣，他们还小，没必要那么严苛的教育，又不是什么不懂事的野丫头。我怎么教育孩子有你什么事情？你闲得慌。本王的孩子怎么跟本王没有关系？南婉嫣，你可以对本王不满，但不能曲解本王对他们的心意。本王之前说能护着他们，是为了让你安心，别着急上火，可你却不愿意。你只知道一意孤行地拒绝本王。本王知道你想走，但小丫头们明明可以无忧无虑过一辈子，你却让他们东躲西藏。你扪心自问，这样他们真的快乐吗？顾墨寒，你跟我论快乐，好，你想当我孩子的爹，想宠爱他们，我无力阻止。但我提醒你，你现在是只有一个小妾，暂时没有孩子，可等你年岁更长，还要纳妾，孩子更要遍地开花，到时候凭什么我的孩子还能受宠呢？我的孩子会有很多的妹妹和弟弟，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不受打击，还能一直快乐呢？我更要提醒你，因为宫里那些破事儿，因为皇室生女便能立储的规矩，不管两个小家伙是不是皇室的血脉，宁错杀不放过的道理你不明白吗？跟我说护得住他们，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是皇帝吗？凭什么护得住？而且你现在总留我下来，想留这两个孩子在王府，这莫名其妙的态度转变，难道你是想借着孩子成为储君？胡扯！本王何时要再纳妾？府里有你就够鸡犬不宁的了。本王又何时说过王府的孩子遍地开花，又不是猪？顾墨寒气得咬牙。再说两个小丫头，本王从未说过要让他们进宫，更从未要借他们上位。一直以来，本王只希望他们能够开开心心，能够不受非议，且平安地出现在世人眼里。而且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本王护不住你们？你少揣度本王的心思，想的一个都不对。南婉嫣气笑了，说我揣度的不对，那你倒是说说，你最近怎么突然莫名其妙的既插手我的事情，还插手我孩子教育的问题？你以前可不这样，跟你的小白莲恩恩爱爱的，成日里就知道欺负我。我说你别有所图，错在哪儿了？可绝不是为了皇权才对他们母女好的。那他所图是什么？所图的是他们母女？不可笑，他怎么就图南婉嫣了？许是南婉嫣救了他，他心生感激，才会对他的态度转变的莫名。顾墨寒，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是为了皇权，还是单纯的父爱泛滥，小丫头们不是你的孩子，你没有什么立场来干涉我。就算是你的孩子，你一个脱离他们生活5年不闻不问的人，也没什么资格对我的教育方式指指点点的。赶紧走，碍眼！本王不走。你不滚，我送你。说罢，南婉嫣直接推着顾墨寒的轮椅，将他扔到了门外。南婉嫣，王爷，您就好好跟王妃讲讲理，说不定……顾墨寒颜面扫地，气得直接忘了伤口的疼痛，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讲什么道理？跟女人根本没道理可说。说罢，愤愤地拖着疼痛的身子往外走了。沈宇一脸错愕地站在原地，不过他瞧着，怎么感觉王爷有些惧内呢？王爷，您的轮椅。娘亲，怎么啦？今日没有洗好吗？不是娘亲，我们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对不起，是娘亲不好，语气有些重了，你们原谅娘亲好不好？不是的，娘亲没有错，这次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只担心是不是给娘亲惹麻烦了。没事儿，你们的安危才是大事儿，若你们有了什么意外，娘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再也不乱跑了，听娘亲的话，因为我们是娘亲唯一的小棉袄，以后还要做娘亲的保护神，永远都只站在娘亲身边，守着娘亲。好，两位保护神现在不难过了吧？那能不能和林先生一起好好学功课了？可以。王爷，出事了，属下有要事禀报。于副将，你怎么来了？王爷，您怎么样了？神策营的兄弟们记挂着您，您要是用得到我们定为王爷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老于，王爷已经好多了，但最近行动还是不太方便，有什么事情你先起来再说。有南婉嫣在，本王恢复得很好，你和神策营的兄弟们不必忧心。本王看你神色慌张，可是神策营出了什么事？不知道王爷您还记不记得陈珂啊？是今年那个武状元，怎么了？王爷您不知道，您受伤转好，皇上就立即派了这个陈珂来军营做代理将军，说是代替您和成王一起训练将士们。
让陈科代替本王。那日陈科进神策营的时候，凤公公专门传来信的，正巧赶上成王也在，就告诫成王和这个新将军好好努力。卑职瞧着，他明显是想把王爷取代了。美其名曰带本王操练将士，实则是警告本王。看来之前百姓暴动，确实让父皇心生戒备了。可王爷您现在重伤未愈，又不能赶去神策营，这件事情要如何解决呀？其实卑职还有些话没说。陈科如今空降神策营，对兄弟们一点不手软。那些个新兵刚来没2天，就被他的训练方式整得下不了床了，比成王还可怕。卑职怕再这样下去，而您也要被取代了呀。神宇一听来了脾气，顿时就怒了。这怎么行呢？王爷，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父皇这么做是想替换掉本王在神策营的心腹，好让陈科完全取代本王，这样父皇的势力才能渗透到神策营，彻底架空本王。难道为了夺权，父皇真是可以什么都不要吗？血脉不要了，天下兴亡也无所谓了。顾梦涵忍不住地攥着拳头。于副将突然重重地跪下去。王爷，卑职在来王府之前已经跟兄弟们商量过了，我们集体认为有一个法子可化解当前的危机。你说？将士们愿意牺牲，只要死3、4个将士在陈科的手里，皇上不会不重视的。到时候我们闹一闹，必定能逼得让陈科罢职。绝对不行，本王绝不会拿任何兄弟的生命做筹码。这件事情你们要是做了，那本王的这个兵权不要也罢。武状元陈科只是个棋子，没了他，父皇照样可以用下一个他来代替。你们这样白白丢了性命，却治标不治本，是想让本王抱憾终生吗？快起来，你我跟了王爷这么多年，王爷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哎呀，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本王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既然父皇先于本王不仁，本王就绝对不会做砧板上的鱼，任人刀俎。王爷要如何做？那个陈科，本王之前对他有所了解。陈科品行不端，当初他刚高中状元，就跑到京城好几个有名的酒楼里大闹了一场，十分好出风头，私德败坏，好色如命，为去花楼逍遥，还曾一度败光了所有家产。那王爷的意思是，既然这人好面子，更善妒，那就要让他意识到比他强的大有人在。本王看申宇一根手指单拎出来都比他厉害。申宇面色一红，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王爷谬赞了，属下的一根手指拎出来还不及王爷身上的一颗尘土呢。想办法让他喝酒，再给他送个美人。王爷这是在杀鸡儆猴啊！这事儿就交给卑职去办了。王爷放心，卑职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得漂漂亮亮的，到时候全神策营上下都等着您回来。本王出事反倒苦了你们了。我们只想王爷能早些好起来，而且其实吧，卑职方才想到，要想断了皇上插手军营的事情，还有一个法子。什么？就是您和王妃赶紧怀上个孩子，只要有了子嗣，最好是小丫头，谁都不敢对您轻举妄动了。那时候别说军权了，就连储君之位，王爷也能得。于副将，这种话可不能乱说。这件事不急，本王自有打算。何况本王现在这身体也做不了那些事情。卑职明白。王爷加油，好好养好身体。等到之后，让王妃见识您的魅力。申宇尴尬的一笑。老于还是那样心直口快的，王爷您别放在心上了。顾梦涵点头，神色却有些诡异的古怪。若再跟南婉言要一个孩子，想到这儿，顾梦涵的喉结不由自主地滑动了几下，有些燥热。若真的能够再要一个孩子，他竟然有点心动。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南婉言必定会让他半身不遂的。顾梦涵一下子清醒了。神色营出事，你暗中派人盯着，本王怕老于他们会有危险。是。王妃，还请您赶快去西风院看看吧。方才于副将来报，神策营出了事情。王爷听后好似动了怒气，牵动伤口，现在血流不止啊！血流不止？这么严重？你不会是骗我的吧？申宇心虚了。王妃，是真的，神策营那边安排了新的将军代替王爷，王爷动怒，所以伤得重了。您快去看看王爷吧。走，去看看。是。两人朝着西风院走去。脉象平稳，没什么大问题。顾梦涵感受到从南婉嫣的指尖传来的温凉的触感，手臂微微的一颤。其他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本王的伤口裂开了，你给本王看看，再上点药。顾梦涵，你怎么大动肝火，还能把伤口撕扯得这么大？这伤口明明都开始结痂了，而且这伤口它怎么瞧着有点像是被人故意撕开的呢？别废话了，给本王上药吧，疼。他对沈宇说，他的伤口需要先消毒，再上药包扎。你作为医者，不帮本王包扎？南婉嫣横了顾梦涵一眼，这厮是不是忘记了早上他们还吵架来着？我已经给你看过了，你虽然流血，但是生命体征稳定，就是会比较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吃就行。
至于伤口，神宇可以包扎，不一定需要我。他一个5大3粗的男人做不了这种活。王爷，我能行。那就让南婉嫣，本王就要你上药。而且你别忘了，若本王再有个什么闪失，你和父皇的交易是做不成的。行，我给你包扎。把手举起来。神宇见状，默默地退了下去。顾墨寒挑着眉，脸上写满了疑惑。把手举起来，不要动手动脚的。本王不稀罕碰你。南婉嫣瞪了他一眼，粗暴地扯开他的衣服，露出了一大片的腹肌。为什么这么瞎的男人会有这么好看的身材啊？真是百看不厌啊！在忍不住看好身材的同时，南婉嫣也认真地为他处理起伤势来。顾墨寒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你总盯着我看什么？看你长得像妖精。你才长得像妖精，你全家长得都像妖精。等等，他的全家也包括他和2个小丫头。我不跟你计较，坐直。哦。顾墨寒坐得板正，衣袍彻底的散落下来，身上的肌肉一览无遗。南婉嫣伸手绕到顾墨寒的后背，整个人好似要拥抱他一般，给他缠着绷带。跟王妃早点要个孩子。于副将的话骤然在他的脑海里响了起来。大功告成，你自己控制着点，伤口要再撕裂了，我可就不客气了。你对本王的关心不够，也没叮嘱过要本王注意什么，是你作为医者的失职。别碰水，别剧烈运动。行了，我走了。说罢，他刚要转身，却没发现床角被他随意丢弃的绷带正好缠住了他的双脚。南婉嫣重心不稳，直接就扑到顾墨寒的怀里，他的瞳孔剧烈的收缩，双手连忙撑在他的身侧。那什么，我不是故意的。南婉嫣有些尴尬，想要起身，顾墨寒却一把搂住她盈盈一握的腰肢，将她往怀里摁了摁。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从前对本王可是十分爱慕，恨不得吞了本王。南婉嫣忍住甩开了腰间的大手，笑靥如花地看着他。对，我就是故意的。王爷，我看你长得真好看，身材又好，我不占便宜的话不就亏大了。说着还凑近了顾墨寒一点。再说王爷之前就喜欢扯我的衣服，你现在又抓着我不放，是不是也惦记着我？若真的是的话，王爷可要跟我表明心意啊。顾墨寒看着他凑近了几分，心头骤然一紧，呼吸似乎急促了些。既然想占本王的便宜，那本王就成全你。音落，连给他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蓦然低头重重地吻住了南婉嫣的唇。原本想要逼他一逼，没想到被他反将了一军。顾墨寒紧箍着他的腰身，几乎他一挣扎，他便松开了手，没有深入，却感觉滋味比之前还要好，竟然让他有些欲罢不能了。他睁着眼睛看向了气急败坏的南婉嫣。顾墨寒，你谁让你亲我的？他怎么不按套路来？不是你说的要占本王便宜，感觉吃亏了，你可以亲回来。好啊，顾墨寒现在竟然都知道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了，算你狠，比我还舍得下狠手。他狠狠咬着牙走了出去。本王随时都会伤口复发，你今日先留在王府，哪儿也别去。南婉嫣脚步一顿，他回头瞪了他一眼，转身走得更快了。门外的沈宇看到南婉嫣满脸通红，衣冠有些凌乱。看这反应，王爷是开窍了。将军府那边没有人来问罪吗？没有，也许是将军嫡子的情况不太好，还没有空来吧。有消息就再通知我。是，王妃。娘亲，我的小棉袄们，刚才是睡觉了？我们睡得香香的，还做梦了。做什么梦了？2个小主子方才做梦都还流口水，小镇江小主子更是，梦里都喊着要吃烤羊肉。奴婢们去抱小主子的时候，他们还不肯撒手，差点以为奴婢们是羊肉串了。小正角脸一红，小短腿扑腾着想跳起来，捂住香玉的嘴。香玉、小莲姐姐，我没有，我不是贪吃鬼，我只是好久没有吃到娘亲做的好吃的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和阿姐是太想念娘亲的手艺了，才会这样的，不是贪吃。南婉嫣一怔，既然你们馋啦，那娘亲今天就给你们露一手，好好的解解你们小肚子里的小馋虫，怎么样？王妃亲自下厨，2个小主子肯定高兴。奴婢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王妃学一学手艺。今天晚上我要做吃的，请你们一块吃啊！也记得通知我舅舅。是，王妃。今晚大家都一起吃好吃的，却没有教坏大爹地，不知他知道后会不会气死？王爷，柔儿来看看您，您伤好些了吗？柔儿给您带来了参鸡汤，
他音色软糯，迈着步子走进了房间里。你怎么来了？不是在禁足？既然你来了，本王便想问问你，你表哥云恒是怎么回事？原来王爷已经知道了。云雨柔端着食盒的手顿时紧了紧。倩碧走了，柔儿身边没有贴心的奴婢，这才让表哥送个丫鬟过来。表哥也不是故意要顶撞王妃，还请王爷明鉴。你表哥顶撞南婉嫣，真的不是故意的吗？王爷怎么会这么问？表哥一向性急，您是知道的，自然不是有心的。这次本王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不计较，否则你表哥当众欺辱王妃，不仅王妃重责，本王也会重罚。柔儿多谢王爷，柔儿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柔儿，南婉嫣一日为王妃，她便一日有权处置你们。倘若还有不知趣的人挑衅她，纵使她放过，本王也绝不轻饶。云雨柔闻言，忽然又笑不出来了。慕寒这是在警告我，不要招惹南婉嫣，否则她不会再帮我吗？顾慕寒对她竟如此冷漠了。柔儿都知道了，不说这些了。王爷，您伤得如此重，快喝些参鸡汤补补身。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5年前您说过，等我们成婚，您会对柔儿好。而柔儿也一直惦记着，能够在府里给王爷做些吃食，照顾王爷一辈子。往后你都不必做这些，王府里有的是下人。闻言，云雨柔端碗的手都有些颤抖。王爷，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柔儿是您的侧妃，如今您身子不适，柔儿应该照顾您的。还是柔儿哪里做的不好，让王爷气恼了？您说出来，柔儿可以改。你想照顾本王，这没什么错，不必自责，是本王不想你照顾罢了。云雨柔蓦然有些站不稳，难以置信地看向了顾墨寒。为什么不想柔儿的照顾？是不爱我了，还是因为你爱上了王妃，所以不想要柔儿了？我们的事情不必扯到南婉嫣身上，本王从没爱过南婉嫣，也不会对她动情。本王只是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在这几年里，似乎一直错把对你的感激当做了爱。进府后你都做了什么，本王都清楚。一开始没敢信，后来没挑破罢了。但是柔儿，本王若真的爱你，应该会对你的转变感到伤心。可本王只有被你欺骗后的愤怒和失望。不可能，王爷怎么可能不爱我？慌乱中，他碰到了汤碗，滚烫的汤汁洒在他的手上，白皙细腻的手一下子变得红肿了。而且柔儿真的什么都没做啊，桩桩件件都不是柔儿做的。王爷为何要对柔儿失望？是上次账房的事情吗？还是刺杀？还是这次的事情？你要是介意的话，也可以全都是柔儿的错，柔儿可以受罚，但求王爷不要这么说，柔儿好害怕。顾墨寒瞥见了他红肿的手。你先下去处理烫伤吧，你身子未好，我们改日再谈。我不要吃，我不信王爷对柔儿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和您相识10几年了，这10几年您对柔儿百般体贴照顾，这些都是假的吗？尤其是5年前您立誓要迎娶柔儿，要对我好的。5年前那么难，我们都熬过来了，为何现在您却变了呢？那些不是假的，你救了本王，本王理应对你好，但那不是爱，本王也无法总纵着你做错事。柔儿，你进府后，我们也经历了不少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会有回应的人身上，及时认清，及时抽身。我不要抽身，您怎么能这样对我？我等了您5年，5年啊！女子有多少5年可以荒废？我和您至今都没有圆房，没有肌肤之亲，更没有子嗣，可您就想抛弃我了？王爷，您对得起我吗？王爷，是您说的，我救了您，您一定会对我好一辈子的。您要是觉得不爱我，那我也不求了，我只要孩子。您给我一个孩子吧。本王确实欠你，但圆房本王做不到，你换一个本王能做到的要求吧。若是想和离，本王也会答应你，还会为你铺好后路。你只管自由，去寻自己喜欢的，也喜欢你的人。和离？云玉柔脸上写满了震惊惊骇。王爷，你真的太伤柔儿的心了，对一个嫁出去的女子提和离，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若柔儿真的和您和离，您觉得柔儿以后还有人能要吗？他已经厌弃他到如此地步了吗？竟要断了他的后路。和离后才能遇见真正喜欢你的人。你若一直是本王的侧妃，没人敢觊觎半分，苦的是你。但你若是不想，旁的要求也可以提。云玉柔心里不甘心极了，真想问他，倘若是南婉嫣要跟他提和离，他愿意吗？可他已经没有自信问了。柔儿不要什么补偿，也不会和离，柔儿就等着王爷，
终有一日，柔儿会等到王爷回心转意，直到您回到柔儿身边的。说罢，他便转身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西风院的大门，可刚跑回了院子，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啊，主子，主子，您这是怎么了？南华言，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王爷，香菱院那边，南婉言怎么了？王爷放心，王妃没有出事，只是和一些下人们在一块吃东西，听说热闹非凡。王妃让人去酒窖搬了10坛子上好的桃花酿，开心庆祝呢。去香菱院，南婉言要是醉糊涂了，敢对别人动手动脚，本王定要。王妃真是太美了，那些画上的仙子跟她比起来，感觉都逊色不少。于峰也肯定的点点头，像个直男似的对香玉说：你要是有王妃1/10那么美啊，不对，1/1000，也不至于嫁不出去啊。你说什么呢？我才不要嫁出去，我要日夜陪着王妃。于峰哥哥，你这句话就不对了。娘亲美，小雅姐也美，女孩子要多夸才会越来越漂亮。像你这样是没有小姑娘喜欢的。你们说什么呢？那么开心？莫雨明现在勉强能下地，但是走的时间不能过长。他们在说婉婉生得美，你忙活了这么久，东西放着，我来帮你。说罢，伸手绕到了南婉嫣的身后，细心地为她解下了围裙带子。好了，坐下来一起吃吧。不知怎么的，在场众人看到这画面，神色各异。莫雨明和南婉嫣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谢谢舅舅，为了美好的明天，为了香菱院的美好生活，为了每天都有好吃的烤串，为了娘亲能日夜陪着我们。阿基哥哥，你也来。为了先生和王妃都能好好的，为了所有人都健康幸福。香莲有些心神不宁的，还是被香玉碰了碰，才反应过来，举起杯子啊，为了王妃和小主子们，干杯！一杯酒下肚，所有人都十分的欢畅开怀。莫雨明放下了杯子，很快剥了几只虾，悉数推到了南婉嫣的面前。婉婉，你吃。舅舅您别老想着我，您多吃点这个。这个肉我放的调料少，不会上火的，蛋白质含量高，对您恢复好。说罢，又从碗里拿出了2只虾，递给了姐妹俩，1人1只。吃虾。谢谢娘亲，谢谢舅老爷，舅老爷包的虾真好吃。娘亲你也快吃。好，我也吃。吃慢点，你看你像只小花猫。而这一幕真的在场众人目瞪口呆，特别是香莲，脸色顿时不太自然起来。舅舅，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没事的。舅老爷对娘亲真好，以后我们要找后爹，就要找舅老爷这样的。后爹？小主子竟然想给王妃找后爹？那你说说，为什么要找舅老爷这样的？因为舅老爷温柔善良，对娘亲无微不至，娘亲过得太辛苦了。如果要做我们的爹爹，就必须要对娘亲好，特别好的那种。明白了。南婉嫣却轻蹙着眉头，那双明眸还漾着些许的别样的情愫。2个小丫头实在是太缺父爱了。你呀，成日里都在想什么呀？要真想逗娘亲和舅老爷开心，不如表演这段时间你和小包子都学到的。收到。我给娘亲和舅老爷唱首歌。好，1人唱歌，1人舞剑，在这月色清辉下，竟颇有一番风趣。南婉嫣被小包子拖着也走出来。娘亲也唱一首。娘亲就不唱了。婉婉，既然小丫头们想听，你就唱一首，舅舅给你舞剑。舅舅的腿还要养，不能剧烈运动。婉婉，坐轮椅也能舞剑。那我就献丑了。他清了清嗓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一出声，莫雨明便举剑舞了起来，挥剑苍穹，十分的有力，即使是坐在轮椅上都能感觉到他不俗的力量。香莲脸色凝重，假借要解手，马不停蹄地跑出了香菱院。香莲一路小跑，却在半路上遇到了气势汹汹的顾墨寒。王爷，你们王妃在喝酒？是，王妃现在和2位小主子闹得欢，也和舅老爷闹得欢。脚步生风，直直地朝着香菱院而去。南婉嫣真是想要翻了天了。
而此时南婉嫣已经不唱歌了，痛快的喝酒。她的脸色潮红，摇晃着身子走到香玉的面前，纤长的手指勾住了她的下巴。你怎么生得这么的精致小巧，看得我都心动了。说着凑上前盯着香玉的眼睛，怎么样，以后跟着我，我保你衣食无忧。香玉也不知怎的红了脸，露出了一副小女儿的娇俏。王妃，您说什么呢？众人又是一愣。王妃，您喝醉了，怎么王妃喝醉了以后这么不着调呢？南婉嫣踉跄着转身，瞧见于峰长得也有点姿色，眼睛亮亮的。你长得也好看，你也跟着我。这王爷是不会答应的。无所谓，只要我喜欢，你们愿意，就都是我的。南婉嫣还想拥抱他们，而于峰惊恐不已的连忙拿着剑柄抵挡住。王妃不可。阿姐，娘亲这是怎么了？这是娘亲怀春了。怀春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但是娘亲那些书上写的怀春的男男女女都是这个反应。哦，看来娘亲是想要找个人抱抱啦。莫雨明已经起身，蹙着眉头走上前来。婉婉，你没事吧？啊，今晚就数你长得最好看。你是哪里来的奶油小生？听姐姐的，走夜路危险，来姐姐怀里啊，姐姐送你回家。说着他踉跄着上前，但是脚步不灵活地绊了一下，直接扑进了莫雨明的怀里。莫雨明的怀里温香软玉，身子陡然一震。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休息。我没喝多，我没有。我跟你说，我从来就没有醉过。你长得这么好看，就别皱着眉头了，还怪让人心疼的。来，低头，让姐姐给你。说着他就要伸手去抚平莫雨明那皱起的眉头。莫雨明站在他的身前，手搀扶在他的胳膊上，像是僵住一样，竟然动不了了，任由他乱来。香玉和于峰吓坏了。南婉嫣，拿开你的手。下一秒，南婉嫣的腰身一紧，猛然被人强硬地拽出了莫雨明的怀抱，紧接着跌入一个结实温暖的胸膛里。众人都被吓住了。见过王爷。小包子和小蒸饺探着圆圆的小脑袋，怔怔地瞧着一黑一白的顾墨寒和莫雨明，还有他们那醉醺醺的娘亲。哪里来的程咬金？你竟敢这么对……哎，那怎么又来了一个长得这么俊美的小狼狗啊？他瞧了瞧顾墨寒，又扭头看了看莫雨明。不错不错，一个仙风道骨，一个冷毅俊朗，我都要了。来人给我打包带走！靠在顾墨寒的怀里犯困起来。香玉和于峰在一旁吓得冷汗都爬了满背。王妃啊，可不要再说话了，王爷的青筋都要炸开了。王爷这是做什么？本王照顾王妃，舅老爷有什么意见？莫雨明有意见，他不能把醉酒了的南婉嫣交给顾墨寒，万一在和离前与顾墨寒酒后乱，他心头发冷，要将人带回来。婉婉喝醉了，我会将她送回房间休息，不劳烦王爷。本王照顾王妃才是天经地义，舅舅理当回避。莫雨明的眼底有着几分的阴鸷。美人儿，来，跟我再喝一杯。翻手将南婉嫣扛在了肩头，啪的一声打了下他的屁股。把嘴闭上！众人瞬间石化，他们看见了什么？王爷可从来没对别人这样过，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亲近。香莲甚至都在想，王爷是不是当着舅老爷的面在宣告主权？莫雨明的脸色更是瞬间黑得好似木炭，苍白的食指猛然间攥紧了。王爷请自重。本王不需要自重，王妃早就是本王的人，现在你还想不明白？莫雨明的脸色更是难看了。以后我不能让娘亲再喝酒了，神志不清会引起好多麻烦。你放我下来，我想吐了，我不舒服。不舒服是活该，谁让你喝那么多酒？顾墨寒冷喝一声，却不再扛在肩膀上，转而抱着南婉嫣。不劳烦王爷，院子多的是可以照顾婉婉的人。莫雨明，本王对你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只是个来路不明、非亲非故的舅舅，可不是南婉嫣的真舅舅，死就死了，他难过不了多久，可别逼本王真的动手。说罢，一脚踹开了房门，头也不回地带着南婉嫣进了屋子。房门砰的一声关起。莫雨明冷着一张脸，忽然有些撑不住了，身体摇摇欲坠。于峰连忙推着轮椅上前。舅老爷，您没事吧？无妨，
只是站的时间有些长了。舅老爷放心，王爷不会伤害王妃的，他只是抱王妃进屋休息。舅老爷，你没事吧？你要好好休息，不然娘亲知道了，又要说您不养着身子了。莫雨明神色复杂的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是吗？顾墨寒只是抱着婉婉进屋休息，他对婉婉能有那么理智？屋子里，南婉嫣被顾墨寒放到床上，手脚却是不安分。好热，给我开空调好不好？他伸手扒拉着身前的衣服，而顾墨寒一惊，瞪大了眼睛，连忙按住了他纤细的手腕。这里没有什么空调，外面天寒地冻的也不热，你老老实实给本王待着，不准乱动。喝醉了就想脱衣服，什么坏习惯？你凶什么凶嘛？跟那个顾墨寒一样，长得这么好看，却天天骂人，这副娇软的模样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啊！顾墨寒瞬间被击中了心脏一般，激动不已，喉结忍不住动了动。本王怎么天天骂人？难道不是你天天骂本王？顾墨寒给他脱掉鞋子，还有他的外衫。他看着他醉醺醺的模样，忽然想起云恒来挑衅南婉嫣的事情。南婉嫣，你不会是借酒消愁吧？云恒欺负你，让你不高兴了？为什么你每次出事都不知道跟本王说？兴许本王就替你报仇了。此事他今早才知道的。不要烦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姐姐是女王，不靠男人，不用告诉顾渣渣。顾渣渣？顾墨寒眼底的柔情戛然而止，眉眼有几分冷意。本王是个顾渣渣是什么意思？顾渣渣就是顾渣渣，就是坏男人，渣得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盯着灶上的，这不就是水性杨花吗？男人的脸色瞬间黑沉如锅底，闷闷不乐起来。本王哪里有这么渣？你不要管，反正男人这个东西，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就算真的要个男人，那也得像我舅舅那样的，对我的2个小宝贝好，又帅。南婉嫣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墨寒强势的掐住了下巴，吻住了。他吻得很用力，比从前任何一次都要深入，而且他越反抗，吻得越重，男人甚至还束缚住了他的手。突然，顾墨寒的耳畔传来了女人逐渐平稳的呼吸声，他猛然停下了动作，触电一般的弹坐起来。瞧见南婉嫣的脖梗和锁骨附近大大小小的全都是他留下的印记，顾墨寒的耳根陡然一红。本王这是在干什么？他从不趁人之危，今日是怎么了？想罢，顾墨寒瞪了一眼把天捅破后现在却睡得很安稳的南婉嫣，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恼怒地说：本王把酒窖锁了，看你下次还怎么喝酒。说罢，一挥袖袍，大步迈出了房门。院子里下人们都散了，只有香玉还在，以及莫雨明和2个小丫头正在说话呢。娘亲怎么样了？睡得跟猪一样，恐怕要日上3竿才能起。那就好，你没干什么坏事吧？但是顾墨寒想到的却是别的方面，他表情稍微有些不自然。本王不会做那些小人行径。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回房休息了。说着，他让香玉带2个小丫头进屋子。进去吧。好，舅老爷晚安。舅老爷晚安。本王奉劝你不要打南婉嫣的主意，你该清楚你是什么身份。莫雨明勾唇冷笑，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顾墨寒，你都自身难保了，不要再搭上婉婉和2个小丫头的性命，否则我不会放过你。南婉嫣是本王的女人，谁也不能觊觎，就算有危险，本王也护得住，不需要你这个瘸腿的外人来操心。顾墨寒，你的身份配不上婉婉，我今日就直说了，你若不跟婉婉安安分分的和离，那我们就用武力解决。要是伤了婉婉，你和整个皇室都要陪葬。如今他已经找回了记忆，婉婉的身份地位都不简单。顾墨寒虽然是个王爷，却未必配得上他。让整个皇室陪葬，好大的口气！你说本王的身份配不上南婉嫣，那你又算什么？我比你配得上。大言不惭！本王最后警告你，别打南婉嫣的主意，胆敢对她做出任何不轨之事，本王杀了你！说罢，他甩袖而去。本王倒想看看莫雨明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方势力，竟让他拥有这么大的勇气，居然如此痴心妄想，染指本王的女人。出来！黑影瞬间落在他的身旁，毕恭毕敬地跪下。主子有何吩咐？通知他们来西野接应本尊，盯好顾墨寒，
他若对婉婉不轨，就废了他。是。皇上，龙体要紧，您累了就该休息，千万不要伤了身子。朕不气，朕如何不气？朕派武状元去军营，是让他去带兵训兵的，他竟然做出了那样的事情。现在可好，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酗酒成性、贪恋女色，还以权压人，差点打死将士的废物，担不了大任。现在一群大臣都在联名弹劾他，你让朕如何不气？祺贵妃柳眉轻挑，乖顺地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皇上不要动怒，那个武状元本就秉性有问题，平日里藏着掖着，装的人模狗样，如今暴露了也好，省得后面出问题，给皇上惹来麻烦。不过现在他要是被革职的话，皇上可要再派一名将军去神策营。既然翼王已经醒了，再送人去没有道理。皇上也不必再为此事烦忧，翼王醒了是好事，这样可稳军心，亦能稳住民心。今日老石夫妇去翼王府看了一趟，回来告诉臣妾，翼王恢复的挺不错，相信不日后就能回军营操兵练将去了。娘亲，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你怀春了？我怀春？那些书是再也不能给两个小丫头看到了。王妃，这是醒酒汤，您快趁热喝了。香玉，昨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王妃您，什么都不记得了？南婉嫣皱着眉，我只记得我给两个小丫头做了烤串，唱了歌，舅舅在旁边舞剑，再然后就没什么印象了。您忘记了也挺好的，不过您昨夜对奴婢说了一些奇怪的话，然后他竟然男女通吃的调戏了个遍，还对舅舅出言不逊。后面顾墨寒竟然来了，将他抱回了房间。南婉嫣一时间不知道先骂自己好，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对不起，香玉，我不是故意说那些话的，你就忘掉吧。我下次再也不喝酒了。奴婢其实也愿意的。南婉嫣一愣，当时傻了眼。香玉，你不是这个意思。奴婢只是说，王妃无论去哪里，奴婢都会跟着，照顾您，服侍您。说罢，他又觉得好像没解释清楚，哀嚎了一声，捂着脸飞奔出了门。刚一出门就看见了于峰。南婉嫣表情有瞬间的僵硬，好像昨晚他也对于峰做了不合适的举动。王妃，你们在旁边等等娘亲，娘亲和于峰哥哥说点事情，好不好？好。小正角和小包子点点头，乖巧的跑开了。南婉嫣先对着于峰郑重的道歉，为醉酒的行为买单。属下不要紧，王妃是主子，可千万不能对属下说对不起，属下会折寿的。你想和我说什么？王妃，宫里今日一大早就来了人，凤公公领着姜太医来看望王爷，说情况已经好转不少。凤公公还说今夜花朝节要宣您和王爷入宫赴宴，王爷那边已经答应下来了。我知道了。王妃，花朝节一过，再过6天就是王爷的生辰了。倘若王妃愿意为王爷庆生，到时候再说2句软话，王爷兴许能完全放下心中的仇恨，跟王妃好好过日子。到时候再给2位小主子添个弟弟妹妹，日子可就和和美美了。顾墨寒的生辰快到了，云雨柔怎么样了？云侧妃的情况不太好，听说昨日上午她去找过王爷，可回竹兰院的时候脸色便很难看，之后便一直卧床休息。脸色难看？怎么会？王妃，属下说的句句属实，没有编排和添油加醋。侧妃的确是不太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我带2个小丫头去用早膳。王爷，老于那边应该是都办妥了，皇上亲自下令将那个武状元革职查办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皇上召您和王妃进宫，属下担心今夜暗潮涌动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什么？王爷，您是不是还在生气啊？如今军权在握，皇上也不会再轻易废了您。不是，王爷没生气就行，生气让人不理智。今晚还得好好面对一些豺狼虎豹呢。也不知道王妃今晚会跟皇上提什么要求，属下总觉得王妃想走。话音刚落，顾墨寒刚端起的杯盏瞬间化作了齑粉，屋里的气氛顿时冷凝，吓得神宇一颤。王爷，南婉嫣她走不了，安排下去，在王府各处添置人手。今晚本王和南婉嫣进宫，一定要保护好那2个小丫头，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本王唯你是问。是，属下必定会护好2位小主子的，王爷放心。南婉嫣的资料你查到了吗？请王爷恕罪，属下暂时还没查到。
他真觉得奇怪，怎么都查不到关于王妃幼年浑身湿透回府的那个具体事件。尽快查出来。还有，把莫雨明的底细也给本王查个一清二楚。是，王爷。领命退了出去。你看上去似乎很高兴。那晚宴笑颜如花，抬脚直接上了马车。那当然了，今晚可是个大日子。顾墨寒，之前都是你跟我撂狠话，这次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今晚你不许给我惹事，更不许搞破坏，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南婉嫣，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走吗？明明昨夜还和本王。顾墨寒腰间的玉皇叮当作响。南婉嫣，你别太天真，本王就算不插手，父皇也绝对不会让你走。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只管说到做到，别横插一脚就行。本王凭什么答应你？昨晚你对本王做了那些事情，还想本王让你好过？什么意思？我对你怎么了？他难道也调戏了顾墨寒？你说呢？就你这点酒量，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他突然逼近了南婉嫣，单手撑在他的身侧。要不是本王洁身自好，早就被你占便宜了。但他的后背就是马车，退无可退。他俏丽的脸蛋儿顿时涨红了，想说什么又觉得理亏，可他还不断的逼近着，都快挨上他的唇了。南婉嫣心一惊，猛地伸手推开他。昨天事情我不记得了，我给你道歉，像昨晚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发誓。他还以为南婉嫣多少记得一点，没想到竟什么都不记得了，随便他编排。以后不准再喝酒，把酒戒了。还有，你的院子里除了侍卫，不能再有别的男人。等回府以后，本王就会让莫雨明搬出去。本王看他的腿也快好了，可以单独给他安置一个院子避嫌。我马上就能跟你和离，和离书拿到我就带他们走，不妨碍你什么。而且那是我舅舅，昨天晚上是我出言不逊，你没必要针对他。等你拿到和离书，再跟本王说走的事情。本王现在只要他跟你避嫌。不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接我舅舅到我的院子里治疗，你怎么出尔反尔？而且那是我舅舅，是我家人，我们又没睡一个屋子，睡一张床，你还要怎么避嫌？顾墨寒心头不爽，偏偏又不可能告诉他，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就是不行，回府后让他搬出来。顾墨寒，你管太多了，我舅舅和我闺女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现在你是想过河拆桥啊你身上的伤也别想好了。顾墨寒睨了他一眼，眸色有深意。南婉嫣，我们还未和离，你就是本王的女人，本王管你天经地义，不仅要管，还要严管。他故意的吧？想激怒我是不是？刚要说些什么，马车突然一个急停，直接扑到了顾墨寒的怀里。顾墨寒抱了个满怀，温香软玉。顾墨寒的心头猛地一跳，一把推开了南婉嫣，有些不自在的红了耳根，掀开车帘，质问车夫：出什么事了？推开就推开，至于这么用力吗？王爷，微臣的马车惊扰了义王和义王妃，还请王爷和王妃息怒。南丞相，这次本王不予计较，下次丞相可就要注意了，毕竟好狗不挡道。是，微臣谨记教诲。走。是，王爷。南岐山看着二人的马车走远，沟壑纵横的老脸上神色沉冷下去，有些意味深长。方才透过车帘，他看见了顾墨寒和南婉嫣的亲密接触，两人还算温情。只要他越抓着义王的心，他的价值就会越来越高，作用就会越来越大。王妃、王爷请留步。凤公公，您怎么来了？回王妃，皇上请您书房一叙。那就有劳凤公公带路了。父皇没宣本王，这老奴也不知道。皇上说了，就请义王妃一人前去。顾墨寒狭长的眼底冷锐一闪而逝，看破不说破。义王的脸色比之前好看许多，老奴是真开心。您要是再不好啊，这京都啊都要闹翻天了。哦，凤公公这么关心本王。父皇，儿臣想要和王爷和离。和离？书房里，儿臣给父皇请安。不必多礼。义王的身体恢复得如何了？回父皇，王爷已经能正常下地，但是伤口还未痊愈，还需要调养。如此便好。老六遇刺，百姓为他暴动请愿祈祷，就连军营都乱作一团的事情，你应该清楚吧？这其中也应该为老六出了不少力吧？父皇的意思，儿臣有些不太明白。王爷受伤期间，儿臣就守在王爷的身边，哪里也没去，也什么也没做。你也没收到什么消息，为义王出过什么主意吗？儿臣从未收到过什么消息。当初父皇您派凤公公前来的时候，除了军令一事，儿臣做不到以外，别的都乖乖的照做了。
再也没有给王爷看诊，也不许外面的人接触王爷，生怕被揭穿了。至于暴动，儿臣完全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来王府的只有太后祖母，还有成王，但儿臣当时也给祖母和成王说了，王爷凶多吉少，恐怕难以回天。当真？千真万确，儿臣的医术父皇也是知道的。要是儿臣没听话，王爷早就清醒了，甚至现在都能痊愈了，又怎么会到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呢？看来是朕误会了，你的确对朕忠心。当初说过，只要你救回翼王，朕允你一个条件。说说吧，你想要什么？父皇，儿臣想要和王爷和离。和离？是，儿臣只有这一个请求。为何？回父皇，儿臣对王爷死心了。曾经儿臣对王爷百般的倾慕，全心全意的为王爷好。但自从云侧妃入府以后，王爷与他琴瑟和鸣，儿臣这才意识到，一个人的心意没办法轻易的扭转。说罢，还抬手假模假样的抹了一下眼角。追着王爷多年，还是没能得到王爷的半分宠爱，儿臣累了，倒不如成全了王爷和云侧妃。朕可以准了你的条件，但你可想清楚了，若是和离，往后你的日子会过得更苦。这么说，皇上答应了？南婉嫣觉得皇帝答应的有些顺利，儿臣想清楚了，和离后，儿臣就离开王府，离开京都，去云游四海散心。既然如此，那这件事就定下来。老六作为你的夫君，理应知道这件事的。父皇说的是，儿臣听父皇的安排。风中泉，去请翼王来，再备上一杯践行酒，赐给翼王妃。儿臣爱上嫣嫣了，不愿她离开，求父皇收回成命。南婉嫣盯着酒杯出神，顾墨寒就被传了过来。儿臣见过父皇。翼王，今日婉嫣向朕提了要跟你和离的事情，缘由也都说明白了。朕也觉得你们终究是有缘无分，便应允了他和离的事情。5年前是朕赐婚你们，5年后朕放你们自由，但你们2人毕竟夫妻一场，这杯践行酒你便亲自给他吧。南婉嫣的手指一下子收紧了，暗自想，等会儿顾墨寒送酒来，我就把酒给打翻，然后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深闺怨妇，再装晕，哼，逃过这场局。凤公公端着酒杯到了顾墨寒的眼前，眼底掠过了一抹锐利。翼王，请吧。顾墨寒眸底的神色逐渐的阴森寒冷，轻端起了酒杯。南婉嫣，没想到你还是说了这件事。他猛地将毒酒一饮而尽，而后定定地看向瞬间瞪大了眼睛的南婉嫣，语气森寒。但本王不同意和离。父皇连他都是千防万防，而南婉嫣还是他的眼线，如今嚷着要和离，父皇即使答应了，却送他践行酒，这能是什么好东西？王爷！南婉嫣愕然，他完全没想到顾墨寒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替他把酒喝了。凤公公大骇，连忙看向了皇帝。顾景山却皱着眉，神色狠厉。翼王，你为何不愿意和离？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顾墨寒丢下了酒杯，朝南婉嫣走过去，直接将她搂在了怀里。南婉嫣都傻眼了。父皇，儿臣爱上嫣嫣了，不愿她离开，求父皇收回成命。嫣嫣，你别闹了，乖乖留在本王身边，好不好？南婉嫣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她凝视着顾墨寒，面不改色，甚至是深情款款的模样，神色一阵变幻。翼王妃，这就是你跟朕说的，跟老六感情不和。朕看老六十分喜欢你，你们经过患难，又尽心尽力照顾他，他心里感激着呢。南婉嫣的眼神一闪，想推开顾墨寒，却被他越抱越紧了。父皇，方才儿臣所说的都是真的，王爷受伤，儿臣也没怎么尽心尽力，还不如下人照顾得好。毕竟是朕与王爷的感情消耗殆尽，如今王爷好了，儿臣只想要离开。顾墨寒紧紧地将南婉嫣的手攥在掌心里，俊美的脸上全都是追悔莫及的神色。父皇，儿臣承认过去对嫣嫣不好，让她寒了心，所以她才想着和离，连儿臣重伤时都爱搭不理。但儿臣经过这次生死关头，便已经意识到儿臣早就爱上了她，离不开她了。嫣嫣，你就原谅本王，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顾墨寒说的也太肉麻了，跟真的似的，比他演的还起劲儿。王爷，你放手吧，臣妾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您和云侧妃相亲相爱，臣妾既然不能得到您的恩宠，还不如就此放手，求父皇成全。老六，你的王妃都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父皇，儿臣知道嫣嫣现在是在闹脾气，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嫣嫣，
是本王不好，本王昨夜太不节制，不怜惜你，才让你如此窒息。闻言，南婉言明显僵住了，这说的是什么鬼话？好像我们俩昨晚睡了一样。顾慕寒瞧他一脸震惊的模样，温柔的笑了。你昨日高兴喝了许多酒，本王抱你回房的时候，你闹得欢，所以本王以后会克制住的，也会对你很好的。你别跟父皇闹和离了，这时候你的肚子里或许都有本王的孩子了。顾慕寒的说辞很大胆，就连顾景山和凤公公都不免色变。翼王妃，既然你们夫妻还算有感情，今日跟朕谈什么和离？不是的，儿臣够了，朕不准你再提和离二字。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既然离不开，那就老实待着，好好的相夫教子。南婉言一怔，多谢父皇成全，儿臣以后定会和妍妍好好过日子，不再在父皇面前闹笑话。是，儿臣听父皇的。既然和离不成，那你可还有什么想要的？父皇，儿臣想把母妃接回翼王府。顾墨寒那狭长的眸子里闪过了一抹惊诧。南婉言竟提了这个要求，他难道是想……凤公公只觉得空气都变得冷凝起来。翼王妃到底知不知道将宜妃接出宫意味着什么？她这是在当面挑衅天子的威严呢。顾景山的手紧了紧，面色冷沉的可怕。你确定要接宜妃出府？儿臣确定，父皇刚才也说了，想让儿臣跟王爷恩恩爱爱。儿臣若能把母妃接回王府，相信王爷也会很开心。这样一来，相信儿臣和王爷以后的路会好走一些。顾景山心里清楚得很，要宜妃出宫，南婉言这是当面打他的脸，看来已经彻底不再受他的控制了。朕准了。皇上，皇后娘娘让人来吩咐一声，花朝宴已经开始了，还请您过去了。宜妃的事情等到宫宴结束再说，先去御花园吧。夫妻二人对视了一眼，目光交汇，碰撞出了几分默契。方才你喝的那杯是毒酒，是慢性毒，暂时不会发作。这种毒不会立刻发作，一旦发作起来，周身钻心的疼。现在死心了？南婉嫣就知道他会嘲笑他。等宫宴结束，我们聊聊吧，聊你感兴趣的。他眼眸微动，表面如常的接着往前走。今日是家宴，大家不必多礼，开宴吧。翼王的身体可是好多了。回祖母，孙儿的伤口虽然还未痊愈，但是也好了不少。皇后的眉梢眼底也有着几分冷意。好了就行，也免得皇上担心，还要亲自看看你的伤势。是，上父皇母后还有祖母跟着干扰了，是儿臣的不对，儿臣先赔个不是了。哎呀，赔什么不是？你还没有痊愈呢，赶紧坐着歇息。是儿臣没有带好灵儿，让她乱动东西了，扰了父皇、母后和祖母的雅兴，真是不该。南婉嫣和顾墨寒看了小男孩一眼，小家伙长得粉粉嫩嫩的，很是可爱。小孩子又不懂这些，你快把灵儿给哀家抱抱。是。祖母忙把小男孩抱向了太后，她今日特地带上灵儿，为的就是争宠。哎呦，灵儿可真是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哀家看着她呀就开心。来，皇帝呀，你瞧瞧。朕看看。花爷爷、花奶奶、太皇奶奶太皇奶奶。灵儿这孩子孙媳都没教过，也不知怎的就学会了。太后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她不喜欢南青青，她只夸灵儿真是聪明的孩子，嘴巴甜。灵儿那么聪慧，你们夫妻可得好好教导啊。是，儿臣明白。南青青眼眸半眯着扫了南婉嫣一眼，勾唇有几分挑衅。倘若两个小丫头也能这样，不被藏着掖着，正大光明的被皇家宠爱，那该多好。祺贵妃看着眼前一派和谐的场景，眼底蓦然闪过了一抹金光。灵儿这孩子确实乖顺，臣妾看着也喜欢得不得了。话说回来，翼王和翼王妃成亲也有5年多了，算起来比成王他们还要早些，怎么到现在也没有个孩子呢？话音落下，南婉嫣和顾墨寒的心同时紧了紧。哀家想要抱你们的重孙，都想到幻听了。就是哀家去看老六那日，
在王府院子里听到有小孩的笑声，似乎还是女娃的声音呢。众人的表情皆是一变，纷纷看向了南婉嫣和顾墨寒，尤其是皇帝眸色微深，而南婉嫣和顾墨寒的瞳眸骤然一缩。他刚要开口，却听徐婉莹莞尔一笑，音色甜美，打破了这份尴尬。皇祖母当真是听错了，六哥和六嫂到王府哪里有什么孩子啊？前些日子孙媳才和殿下去过王府一趟，还逛了好一圈呢，什么都没看见。那2个女娃不是王府的，说出来会给六哥和六嫂惹麻烦，还是不说为妙。顾墨寒和南婉嫣对视了一眼，心里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祖母，孙儿知道祖母您惦记着曾孙呢，但孙儿和嫣嫣还在努力。哀家知道是幻听，那还不是你们不如哀家的愿，不给哀家赶紧生个曾孙。哀家再老一点怕谁是谁都认不出来了。你们2人成婚已经5年了，为何一直没有所出？这5年来，懿王妃也不曾进宫，总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但懿王妃如今的医术，连太医院都望尘莫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朕和你们祖母啊？是啊，儿臣也觉得奇怪，懿王妃进门这么久，没有孩子就算了，那进王府的云侧妃也进府好几个月了，肚子里也一直没什么动静，真是好奇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三嫂何时开始关心起本王的家事来了？顾墨风蓦然起身，脸上的表情十分不好看。你胡说八道什么？还不赶紧回来！他知道南青青是个不安分的主，南青青还没开口，太后直接将孩子塞回到他的手里。别站着了，回去坐着吧。是，祖母。老三媳妇说的对，老六，既然你的王妃和侧妃都无所出，不如朕再给你那2个。你府上的人太少了，人多了才好开枝散叶呀。南婉嫣这颗棋已经废了，她正苦于没有机会安插新的眼线。什么？要给顾墨寒纳妾？南青青的心顿时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很是难受。难道皇上不应该觉得顾墨寒不行吗？他怎么对顾墨寒这么好，竟又送2个女人？六哥和六嫂的情路已经够坎坷了，要是再来几个侧妃或者妾室，那还得了了？父皇，儿臣不会再纳侧妃，也不纳妾。顾墨寒的手掌宽厚粗糙，有几分习武之人的刚硬，被他握着充满了力量感。身为皇子，为皇家开枝散叶是本分，这件事情由不得你拒绝。你看看跟你同岁的男子，哪一个不是3妻4妾？哪一个没有生子的？既然王妃和侧妃满足不了你，再添2个妾室又有何妨？顾墨寒英挺的眉紧紧地拧成了一团，拉着南婉嫣的手，很认真地反驳道：与女人多少无关，是儿臣暂时不想要，而且老七和老十也没有子嗣。胡闹！老七的媳妇儿是怀上又掉了，与你们的情况能一样吗？而且老十和老十媳妇儿才多大，他们都是你的弟弟跟弟妹，跟你怎么比得了？父皇，儿臣与王爷包括侧妃的身体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感情上有过多的计较，所以才没有子嗣。您和太后都是知道的，王爷性情纯良，心向一人，即使给王爷纳了2个妾，恐怕也只能当做摆设。顾墨寒见南婉嫣这么尽心尽力地阻拦他纳妾，心情莫名的好了不少。你身为王妃，难道……够了，皇帝，嫣儿和老六迟迟没有子嗣，全都是因为那个侧妃。要不是他，嫣儿和老六怎么会这么久还感情不和？感情不和，如何有孩子？太后祖母，祖母，不是侧妃的错，是孙儿的问题。你给哀家住口！都什么节骨眼上了，还护着他，你也不怕嫣儿生气？顾墨寒抿唇，没再说话。刚才还在书房里跟我演深情，转头又开始护短小白脸了，也不怕皇帝看穿了他之前都是装的。嫣儿别急，也别伤心，哀家定会护着你。一王侧妃身子柔柔弱弱的，哀家一看她就怀不上孩子。现在嫣儿和老六的身体肯定也没有问题，差的就是感情。偏要给老六塞2个女人，那岂不是又白折腾了？母后，您不该这么纵着他们。夫妻间有没有感情，跟有没有子嗣有什么必然联系？再说，您难道不盼着老六早日有孩子吗？哀家是想抱重孙子，
但必定是正妃所出。正妃都没有孩子，再多的妾又有何用？你们没有孩子，自个儿不急，却让皇上和太后担心上火，可见皇上和太后对你们多好。你们该努力了，不能迟迟没个准信儿。顾墨寒和南婉嫣面上一惊，都没有料到皇后会为他们说话，但两人很快反应过来，是儿臣知错了。儿臣让父皇和祖母担心了，往后儿臣定与王妃多努力，生几个大胖小子。皇后很满意，顾墨寒和南婉嫣一点就上道。行了，赶紧起来吧，大好的日子别辜负了。朕今日可以不赐婚，但是老六你记住，若你和懿王妃迟迟没有子嗣，朕立马就下旨给你赐几个小妾。还有懿王妃，你也听见了，多努力吧。是，父皇。儿臣记下了。南婉嫣她凭什么没有子嗣都如此受宠？若是有了孩子，岂不是连我都轻而易举地踩下去了？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再让南婉嫣继续笼络人心下去，或者怀上孩子，这宫里宫外就再也没有我的位置了。所以南婉嫣必须死。南婉嫣从顾墨寒的掌心里抽回了手，低头乖乖地吃东西，直到散宴前，顾景山突然出声吩咐皇后道：朕已经答应老六他们，让他们接宜妃去王府，你一会儿便安排下去吧。众人震惊，紧接着皇后惊讶地看向了皇帝，怎么突然要把宜妃接出去？莫不是懿王妃有了救治宜妃的法子，能够让宜妃苏醒过来？嫣儿，这可是真的。回祖母，母后，儿臣还没有办法让母妃转醒，是王爷想为母妃尽孝，他不能留在宫中，便想着接母妃回王府。父皇体谅王爷一片孝心，特意恩准将母妃带回王府。顾墨寒看了南婉嫣一眼，没想到南婉嫣说起瞎话来，脸都不红一下。他起身附和道：王妃说的不错，儿臣私心的想要守在母妃身边。母妃已经10几年没有清醒过，倘若王妃日后有了让母妃转醒的办法，儿臣定会立马进宫禀报。是，儿臣会尽心的照顾好母妃的。原来依旧没有找到办法救治。成王的神色有着几分失望。臣妾知道了，定会妥善安排好的，皇上放心。他哪里不知道，宜妃一旦出宫，这局势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宫里再也没有能够牵绊顾墨寒的人了。王妃，王爷请留步。公公可有事？是太后娘娘传了懿旨，懿王妃去一趟鸾凤殿。太后有事找我，平日里不都是差李嬷嬷来传话的吗？我去就回，你先去看母妃。顾墨寒扫了那小太监一眼。王妃请。南婉嫣跟着那小太监朝着鸾凤殿的方向走去，可是他却没有发现，那小太监在转身的一刹那，笑意瞬间收敛，眼睛里翻滚起了猩红的杀气。他想跟上去，却突然被人轻声给叫住了。墨寒不去宜妃寝殿吗？程王妃怎么在这里？灵儿有些不舒服，王爷先带着灵儿回府了。我来这儿是有话想对你说。说什么？继续上次他那些莫名其妙吗？本王和你没什么好说的，天色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成王一个男人带不好孩子。墨寒，我只是想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想关心关心你罢了。你别那么抗拒我。你可能不知道，在你昏迷的那段日子里，我和成王去看过你，当时本王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即便有，也不劳成王妃费心。南青青面色一僵，对他的冷淡有些难过。前些日子我让爹爹找来了西域特有的雪莲，可以固气血，对身子好。明日我让人给你送过去。不必了，成王妃既为人妻，你就该恪守妇道。本王有南婉嫣在身边调理身体的事情，她比任何人都懂得多。本王不需要别的补品，更不需要你们丞相府的任何东西。这番话好似利刃，戳中了南青青的心窝。墨寒，你难道忘了，你身边的南婉嫣也是丞相府的人，她不仅伤过你，还伤过你的雨柔。怎么如今你不再气恼憎恨她，反倒处处维护，口口声声都是她？南青青，原来的你从不说这种挑拨离间的话。本王是与丞相府敌对，但不是眼瞎心盲，辨不清谁好谁坏。你如今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南青青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慌乱和妒恨，他忙朝他走近，想抓住他的手。墨寒，我没变，我从来没变过，是你变了。你看不清自己的心，被人蛊惑。够了，南青青，本王念在青梅竹马的情分，念在你在本王幼年相助多次，一再忍让。但从今往后，你我再无半点情分。若你还敢再纠缠，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墨寒，你为何
要如此待我？我说错了什么？顾墨寒要走，南青青就抓着他的衣袖，被他毫不留情地给甩开了。男人刚要发怒，耳边却仓促地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来人，救命！”南婉嫣，哼，你救不了南婉嫣的。带走南婉嫣的太监是在这宫里安排的杀手。那太监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一把抓住了南婉嫣的胳膊，另一只手要拿着一把短刀，就要朝他刺过来。我操！南婉嫣瞳眸微缩，本能按住了他拿着短刀的手，后背直接撞上了假山，疼得他紧紧地皱着眉。翼王妃，没人会来的，有人想要你死，奴才劝你还是闭上嘴，乖乖等死吧。是谁派你来的？皇上，还是宫里的哪位娘娘？奴才可不知您得罪了谁，不过枪打出头鸟，奴才奉劝翼王妃一句，下辈子别那么招摇了，老老实实做个平凡人吧。说完，太监猛然抬脚踹向了南婉嫣，南婉嫣果断松手避险，锋利的短刀瞬间刺进了假山里。南婉嫣一边从空间拿毒粉，一边立即往光亮的地方跑去，却被那太监狠狠抓住了头发，另一只手重重地掐住他的脖子，想要杀了他。找死！顾墨寒双目情火，狠狠地将太监给踹飞了，一时动了怒，内力没有丝毫的收敛。那太监直接就被踹得大吐了口血，摔进了湖里。南婉嫣被顾墨寒搂进了怀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你没事吧？我没事，多谢你帮了我一把。说完，他想到什么，急忙推开了他，看向了湖边。那太监脸朝上，死不瞑目。人死了。顾墨寒蹙着眉，以为他在埋怨他没留活口。可恶，我还没有报薅头发的仇呢，这太监就死了。顾墨寒见他认真揉脑袋的模样，竟莫名觉得好笑。没想到南婉嫣也会有这么可爱的时候。他们敢假借太后之名引你入局，这么堂而皇之的在皇宫内行凶，简直目中无人。幕后人很有本事，刚刚不管我怎么问那个太监，他都不说是谁。不过真相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反击。走吧，先去接母妃。南婉嫣点头，转身无意间看到一抹桃色的衣裙，等再仔细看时，又没有了。平时看你走得挺快啊，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了宜妃娘娘的寝殿呢，没想到就能赶过来救我。南婉嫣，你是不是被本王迷住了？女人好像都很喜欢英雄救美的戏码。南婉嫣险些被呛着。王爷，我说过好多次了，你并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我就是再瞎也不能被你迷了眼，你别被我迷上了才好。顾墨寒狠狠的一噎，咬牙看着他。你想得美，真是一天不气他就浑身不舒坦。那么多女人喜欢他，唯独他看不上，还埋汰他。这该死的女人，她以前是最喜欢的，还夸本王长得最好看最英勇，现在她的眼睛肯定出问题了。南婉嫣和顾墨寒来到了五苦殿。王爷王妃现在就要出宫吗？老奴还没有收拾好。没事，本王帮着王嬷嬷收拾，你先去看看母妃的情况。好，恢复的不错，脉象也挺平稳的。南婉嫣低头看向了宜妃，瞳孔突然狠狠的一震。宜妃娘娘。宜妃的手指却又不动了，有反应，宜妃的确有意识了。他对治好宜妃的把握一下子又多了几成。如何？没有什么大碍啊，一会儿搬运的时候注意着点，不要磕着碰着。顾墨寒闻言心里松了口气。来人，送母妃上马车。是。在想什么？我在想之后该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就行。是这么个道理。你在干什么？我想把脖子上的玉环解下来，别在腰间。南婉嫣折腾了一会儿，怎么都解不开，取不下来。算了，我回去再弄吧。你怎么突然想到别在腰间了？难道……打住！你别胡思乱想。我只是觉得做戏就要做全套。既然现在父皇已经觉得我们是恩爱的夫妻，那再怎么也要演得像一些。这么笨手笨脚的，转过身去，本王帮你取下来。顾墨寒替他解下了玉环，放在手心，直接将玉环系在他的腰间。南婉嫣看他居然这么体贴，想拒绝都没机会。不过他忽然想起之前他喝的那杯毒酒，你的手伸出来，我给你看看。顾墨寒看着他，低沉地问：你不是说等到宫宴结束，有话要对本王说？谈话之前，我得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喜不喜欢我？顾墨寒险些被呛着，猛地坐起身，急切地否认。你胡说什么？本王如何看得上你？那你今日为什么要阻止我和离呢？他二话不说就阻止了，这个举动他着实是纳闷。自然是为了化解你的危机。本王早就和你说过了，你是父皇的棋子，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放眼天下，除非本王愿意，否则你离不开王府。所以父皇要本王送你的践行酒时，本王就已经知道那是杯毒酒了。
不愿意跟你和离，都是为了替你解围。你虽然会解毒，但毕竟是弱小的妇孺，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本王自然不会坐视不管，配合演戏是最恰当的。南婉嫣信了几分，不免觉得奇怪，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你真没有一点私心？自然是有私心，如今本王的处境不太好，与你盲目分开，必定影响军心。但你不需要多想，本王绝不是因为喜欢你才拒绝和离的。如果你是跟本王谈这个，那本王是高估你了。我还没有切到正题呢，我要谈事情，肯定要了解前提条件。我想跟你做个交易，你看，我替你将宜妃娘娘从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接回了王府，我的诚意很足了吧？顾墨寒这才重新看向了南婉嫣，见她一脸开心的模样。交易可以，但你要先救回本王的母妃。至于你要什么条件，只要不过分的，本王都能答应你。你还挺上道，我可以救回宜妃娘娘。虽然她现在身体机能没有太好，不过情况比之前好一点。等我晚点给她全身做检查一遍，再跟你具体说一说治疗的方案。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有些迫切地问：你真的可以救醒母妃？我要是不能将宜妃娘娘救醒，你可以无视我的条件。你想要什么条件？今日你也看到了，我与皇上彻底撕破了脸皮，但这样的话，小丫头和我舅舅都有可能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的条件之一是需要你替我护好他们，但相对应的，我不仅会帮你救回你的母妃，还会帮你夺权。顾墨寒漆黑的眼眸有些惊讶。今夜所有人都对你我虎视眈眈，以及那个想置你于死地的太监，就算你不说，本王也会守好你，还有2个小丫头。南婉嫣觉得顾墨寒难得说了一次顺耳的话，笑眯眯的。你要是这个态度，那就好说了。除了刚刚那个护着我家人的条件以外，我还有3个条件。第一，话音刚落，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南婉嫣差点从座位上栽下来。顾墨寒眼神一沉，眼疾手快地搂住了她纤细的腰肢，直接将她从对面抱到自己的旁边。继续吧。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我的条件还有3个。第一，我们之前签下的和离书依旧有效。虽然当下我们无法和离，但是不要拖得太久，我会尽心尽力的帮你的，你绝对要信守承诺。当然，本王一言九鼎。那好，第2点，和离以前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不能有任何的歪念。第3，在和离前你不能总是私下接触我的孩子。你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考虑好了，本王不答应。为什么？第一，小丫头们需要爹。他们不是……你先别急着否认。南婉嫣，你不想本王接触2个小丫头，无非就是怕他们喜欢上本王。但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小孩都是需要父母的，你只能给他们母爱，但没有父爱。难道还妄想莫允明能给予他们父爱？他还是个行动不便的人，况且本王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解也知道如何照顾他们。你说的我可以答应，但是你不许在2个小丫头面前说奇怪的话。我必须再次声明，孩子跟你没有关系。那第2个条件呢？你为什么不答应？难道你还想碰我不成？你不是要做戏做全套？既然如此，在和离之前，你都是本王的王妃，本王碰你又如何？要是生分，反倒让人看穿。行，但你记住了，只能在需要的场合里演戏，私下里不准动我1根头发。顾墨寒勾唇，眸底有金光一闪而过。本王答应你。顾墨寒，我先付出的劳动，替你救人，再替你夺权，你到时候什么都得到了，不会也像皇帝那样过河拆桥，毁约不放我走了吧？顾墨寒的神色突然沉了几分，定定地凝视着南婉嫣。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可提醒你，收了贿赂不守承诺是可耻的。顾墨寒默然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南婉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都不信任本王，往后如何合作下去？那这样吧，这是缓解你体内毒素发作的药，这个毒呢，我现在不会替你完全解开，等和离那一天，我再替你彻底的清除毒素。你放心，有我在，我绝不会让这个毒伤到你分毫的，算是我的一个保障，可以吧？心眼还挺多。顾墨寒看他机灵的模样，面上掠过了一丝冷潮，仰头将药丸送入了口中，服下了。本王允诺你，等你所说的事情都做到了，就放你走，绝不食言。那就这么说好了。南婉嫣一下子笑开，冲他笑得十分的明媚，朝他伸出了手。顾墨寒，合作愉快。顾墨寒盯着他纤细白嫩的手，有几分调笑。这可是你主动的，本王没碰你。不过算了。他刚要收回手，男人的手便握住了他的手。南婉嫣，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应了，他就没有退路可走了，他也不会让他有任何的退路。王爷、王妃，王府到了。王爷，属下有重要的事要禀报。就在不久前，江林院来了一批顶尖的刺客，出手十分狠辣。你说什么？小正角和小包子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
顾墨寒的脸色骤然一变。2个小主子倒是没有什么大碍，但舅老爷为了护2个小主子，受了点轻伤，属下已经叫了府医过去。撇下顾墨寒和沈宇，火急火燎朝着香林院而去。王爷请留步，属下还有事情要向您禀报。说。方才香林院里来了2波黑衣人，一方是那群刺客，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并非混混，也并非宫里人，看上去像是混迹江湖的杀手，不死不休的那种；一方是明显是护着2个小主子的，并且个个武艺高强。那帮杀手刺客失败后匆匆撤退，而那群护着小主子们的黑衣人带着伤者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属下派人去找过，没有任何结果。王府里竟然还有这样一帮人，会是谁派来的？王府有女娃的事情，看来是已经完全暴露了。那群护着2个小丫头的人，弄清楚他们的目的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先禀报本王。是，王爷。另外，那群刺客更要好好的调查，但别打草惊蛇。属下明白。既然这些人如此明目张胆对本王下手，那本王也无需再留面子。王爷的意思是，难道王爷已经知道今晚的事情是谁做的？沈宇，你还记得本王让你去散播流言的时候留意的那些官员吗？属下记得。属下后来得知，有10几个大臣都上了折子，让皇上立马平民愤，护您周全。属下也了解到，最近这些官员都不是很受待见，似乎有人明里暗里的在排挤他们。帮本王的人，在那位看来都是威胁。沈宇，本王让你去做一件事，要快。王爷您说，属下定会为您赴汤蹈火。你去联络那些被排挤的文官，只要是为本王发声的，一个不落的拉入本王麾下。记住，不要点名是本王的意思，而是换个方式，让他们自己加入。是时候出击了。是，本王倒要看看究竟这场局谁能胜。舅舅，他一把推开了莫野明的房门，见到2个小丫头都趴在莫野明的腿上抽泣着。娘亲，你终于回来了，舅老爷他受伤了。别哭别怕，娘亲在呢啊，府医呢？啊，舅老爷请府医回去了，说是怕刺客再来，到时候绑着步也不方便。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舅舅这边我来看着。王爷已经回来坐镇，那些人一时半会儿的不会再来。今夜多谢大家了。是，王妃。舅舅，伤口不能拖着，得尽快处理，要是感染了怎么办？无妨，小伤而已，不碍事的。对不起舅舅，今天我一走就让您和小丫头有了性命之危。他顿了顿，帮小包子拭去了眼角的泪痕。往后我定会好好的保护你们，不让你们再受到半点伤害了。别哭了，乖。我不哭。小包子乖，不哭了，我们要坚强。舅老爷受伤了，那么疼都没哭，我们也不能哭。时间也不早了，婉婉，你带着2个小丫头回去休息吧。好，舅舅，你也早点休息，记得每隔3个时辰让阿季帮您换一次药。我知道。莫雨明浅笑着注视着3人走出了房门。今日吓着你们了吧？我和小包子没有被吓着，就是很担心娘亲会像大坏蛋之前那样被人刺伤了。娘亲，我不怕坏人，我是看到舅老爷流血了，也好害怕，怕娘亲也流血。但是现在娘亲平平安安的，我和阿姐都开心。谢谢我的小宝贝们关心，我没事儿，我可是要护着你们的顶天立地的娘亲，绝不会让自己受半点伤的。但还有一件事，娘亲还要跟你们说一声抱歉。什么事啊？之前娘亲说的带你们离开这件事情，可能要往后再延一段时间了。但我希望你们相信我，娘亲一定会争取尽早给你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看世皇妃的样子，不像是走漏了风声。那2个小丫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暴露的？我们都听娘亲的，只要能待在娘亲身边，我们怎么都可以。还能留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心里隐隐的有些欣喜。真是我的懂事的闺女，放心吧，等出去以后，娘亲就带你们游山玩水，绝不让你们再受半点委屈。我们都听娘亲的。快睡觉吧，娘亲给你们唱歌。老奴给贵妃娘娘请安。齐贵妃神色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回娘娘话，回来的人说义王府戒备森严，行动没有成功。哦，齐贵妃的凤眼瞬间眯起。本妃特地从杀手阁调来的顶尖高手，竟然都没能击溃义王府的侍卫。回贵妃的话，那些人，那些还能回来的人，多数受了重伤，还死了一个。齐贵妃的眼底蓦然滚起了一抹不同寻常的厉色和惊诧。没想到义王不在府里都有这等防卫的本事，果然不可小觑。但这恰恰是破绽了。义王和义王妃明明都已经进宫了，
王府里却还安排严密，看来本妃的猜测没有错，王府里真有女娃。安排下去，无论任何手段，不计一切代价，务必除掉那个女娃。老奴明白。老七啊，算算日子，你也该回来了。翌日，你来了，本王叫了几个府医来协助你。那几位府医是不是已经看过母妃的情况了？回王妃的话，老奴几人都看过了。宜妃娘娘现在心脉稳定，但想让娘娘转醒，恐怕……几位无需担心，我自有把握。是。我要系统的为母妃检查一下，等检查完了，我再跟你说结果。各位先随沈宇出门准备吧。回眸望着南婉言，本王在外面等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王嬷嬷去给母妃抓药了，过会儿她若是回来，本王会让她在外面等候着。好，一面走到宜妃的身边，利用空间里的推床将宜妃送入了空间。宜妃娘娘，你听得到吗？宜妃娘娘，你我二人并无交集，但是你的儿子顾墨寒现在正面临很大的危机。你昏迷了10几年，这10几年来，他时时盼着你能醒过来。若你还挂念着他，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反应。顾墨寒，你进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说吧，母妃怎么样了？宜妃娘娘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有反应了？活死人怎么会有反应？这算什么劫？忽然他有些激动，骨节分明的手一把扣住南婉嫣的双肩。你说母妃有反应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母妃要醒了？植物人具体什么时候能清醒，我是不能做担保的，但我相信应该不远了，只是还需要做唤醒的工作。离清醒不远了，母妃真的要醒了。顾墨寒忽然一把将他抱在怀里，搂着他的腰十分的用力，欣喜若狂的脑袋深深的埋在他的颈肩处。南婉嫣，本王多谢你。顾墨寒，你先放开我，我要断气了。顾墨寒闻言连忙放开他。抱歉，是本王失态了。唤醒工作不好做，你是宜妃娘娘的亲儿子，我刚才试了一下他的情况，发现他对你的反应比较大，以后需要你跟宜妃娘娘多说话，努力的唤醒他。本王明白。行了，病就看到这里，我先回了。你怎么忽然皱眉了？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妥？我在想夺权最快需要多久，小正讲和小包子还有多久才能有自由？欲速则不达，夺权是走在刀尖上，走快了容易出事。至于2个小丫头的自由，她们可以随意出府，只要保护和掩护得当，没什么不可以的。就像之前那样，你不是也跟她们2个出去转悠过？她们昨日受了惊吓，今日出去散散心，也是一种调节。可是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关注，而且他们还乔装打扮了。现在这种时刻，你竟然想让他们公然露面？你以为小丫头们还没暴露，昨夜的刺杀就已经说明一切了？那群人随时可以公布他们的身份，之所以没有暴露他们，只是在忌惮一些事情，躲躲藏藏的，趁我们入宫才夜探王府，说明戒备着本王。南婉嫣，2个小丫头安全最有保障的地方，始终是本王的身边，其次才是王府。顾墨寒看他沉默着不说话，面色沉稳。今日便带他们出去走走吧，闹市繁华却不露面便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你也置办点东西。整天穿着这些旧衣裳，倒显得本王对你苛刻，寒酸的连新衣新首饰都舍不得给王妃买。你以前本来就对我苛刻，俸禄也不给我，这些别人都知道，有什么可装的？而且我这衣服虽然旧了点，但是一点也没坏，穿着又有什么丢人的？本王，你说的出行也不是不可以，计划周全一些，让2个小家伙放放风，开心一下。就这样吧，你去准备马车，我去接孩子。说罢便行色匆匆地转身走了。母妃，快醒来吧，儿臣有好多话想跟你说。王爷，你去准备一下，待会儿陪着本王和南婉嫣出府游玩，马车要最大的。是，王爷。王爷终于开窍，要哄王妃开心了。王爷，王妃和小主子们来了。顾墨寒闻言抬起眸子，就看到南婉嫣的2只手各牵着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女娃，而小女娃的手里又各牵了一条狗绳。于峰跟在后面，在他们的视线里，3人2狗就这样朝着他缓缓而来。谢谢你带我们出府玩。而顾墨寒目光柔和，蹲下身，在2个小丫头的鼻尖上擦了擦。无妨，上车吧。说罢，他掀开了车帘，单手一前一后抱起了2小只，将他们稳稳地送上了马车。驾！娘亲，这个小镜片好神奇，看什么都好清楚，而且现在比我们上次出来时要热闹好多呀。好像很喜庆。是要快过春节了，所以才比以前热闹了一些。停车！你们先等会儿，本王带你们娘亲出去看看。2小只对视了一眼，没有意见。看什么？不是要去散心吗？你怎么……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被顾墨寒给拽着手腕下了车。贵客有什么需求啊？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是说了要给你买东西，如今你我身份捆绑，你如今的脸面同样重要，去选。
真是一个好面子的男人。下一秒，修长的指节捏着银锭子，直接摆到了店家的面前。那个金蝉包起来。我就看了一眼，你买它干什么？看上了就买。哎呀，公子真是好眼光！这金蝉簪呐，放眼全西野，就我们家有。看在您这么爽快的份上，我就给您100两银子。100两？抢钱吧！南婉嫣的眉头皱了皱，刚想开口，顾墨寒直接扔了一锭银子过去。此番举动惹得围观的女人们纷纷朝着南婉嫣投来了艳羡的目光。哎呀，公子，这些都是上好的玉呀，您的夫人佩戴起来那叫一个美呀！说着，他又看向了南婉嫣。夫人，您看看有没有看上的，或者有想了解的，我就给您介绍介绍。顾墨寒，买一个就可以了，能给你长脸，赶紧走吧。顾墨寒看了他一眼。再买点，有没有喜欢的？没有。这样的来个10几款，至于这些都包起来吧。顾墨寒，你疯了！好嘞，公子，您稍等。哎呀，夫人呐，您的夫君对您呐可真是太好了，真宠爱您呢。马车上，小包子看到了这场面，若有所思地说：“顾叔叔好像给娘亲买了好多东西，对娘亲很不错。”王爷是开窍了。女人是需要哄的，王爷认真起来，那绝对是宠妻高手，比十皇子还宠十皇妃的那种。顾叔叔真大方。小包子，你想不想吃糖葫芦啊？公子，总计33600两。南婉嫣的眼睛瞬间睁大，怎么这么贵？顾墨寒，这些东西虽然都挺好看的，但是就我一个人也带不过来，我只要1套首饰就够了。既然觉得好看，那就更应该买了，又不是买不起，没必要让人瞧不起。南婉嫣感觉顾墨寒好像有点问题，他好像沉迷于付钱的快乐。你随意，都听你的。多谢公子。果然还是咱年轻俊美的公子出手大方，这讨夫人欢心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正说着话，一直守在马车那边的辣辣忽然摇着尾巴过来，碰了碰南婉嫣的小腿。南婉嫣低头一看，从他的口中扯出了一张湿漉漉的纸条。顾墨寒瞥了纸条一眼，上面只简简单单的画了2串糖葫芦。他们想吃这个。南婉嫣看小正角的惊世画作，忍不住的笑了。他们就喜欢吃甜甜的东西，抱着首饰转身就走出去，准备给丫头们买糖葫芦吃。顾墨寒就伸手将他给拦下来，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你先回去，本王去买。”南婉嫣没有多说，抱着怀里的首饰就上了车。她不知道，在她上车后，顾墨寒直接又从怀里掏出了一片金叶子。最新最流行的首饰全部包下来，还有要2份一模一样的首饰，小一点，精致一点，然后送到那辆马车，带到侍卫手里。店家惊掉了下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顾墨寒。怎么不够？不，够，简直太够了！南婉嫣在马车里没有看外面发生了什么，2个小家伙还非要怂恿她戴上发簪。哇，这也太好看了！娘亲，你怎么这么漂亮？你们啊，就会哄娘亲开心。等会儿你们的糖葫芦应该也……话音刚落，车帘被一个高大的男人给直接掀开了，一个插满了糖葫芦的棒子赫然出现在母女3人的视线里，吓得他们同时一个机灵。而后顾墨寒从棒子后探出头：“你们要的糖葫芦。”小正角和小包子看着好多好多的糖葫芦，都震惊了。哇，这么多糖葫芦，1串2串，这是多少串啊？你怎么买这么多？不是只要2串吗？等下，慢慢吃，管够。然后将棒子交给了神宇。看好了，要是掉了1串，本王罚你赔10串。是，王爷。神宇汗毛直竖，忙不迭的小心翼翼的接过了糖葫芦串。收。什么？南婉嫣愣住，根本来不及反应，小正角和小包子就叼着糖葫芦，兴冲冲的拉着南婉嫣的手递给了顾墨寒。顾墨寒看着2个小丫头，挑眉淡淡的笑了笑，将镯子稳稳的套入南婉嫣纤细的手腕。本王又把所有流行的款式都打包了一遍，还行，不至于那么寒酸了。说着，细细的端详起女人手上洁白温润的手镯。顾墨寒，我发现你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节俭。顾墨寒却不搭理他。买东西就是为了高兴，现在小丫头们高兴了，本王也高兴，你们说是不是？谢谢古怪的叔叔。确实古怪。南婉嫣和2个小丫头开心，她不知道为何也觉得开心。路过一间成衣铺的时候，顾墨寒偏要带南婉嫣去买衣服，还说：“你邋遢就算了，总不能让2个小丫头跟着你一起邋遢吧？寒酸极了，重新买过。”王爷，王妃。慕欢，这是你的铺子？是的，王爷。草民见过王爷、王妃。你是老沈的孩子，以后见了本王都无需行此大礼。草民多谢王爷。
不知王爷和王妃今日来此是想买些什么？您二位只管挑。衣裳有什么新款式，都给王妃看看，顺带再给本王把所有小孩子的衣服拿来看看。小孩子的。草民明白了，王府是快有喜事了吧？您放心，草民店里的东西都是最新的。您想要小世子或者小郡主的衣服，应有尽有。对，是为未来做准备。王妃，您看看这些，都是草民之前得到灵感做出来的衣裳。王妃要是穿上，定会锦上添花。还有配套的世子郡主的衣裳呢。不错，只是什么？你上次的衣裙是在这里买的？不是，但看起来似乎是在这里做的。王妃在草民这里做过衣服？怎么会呢？草民记得只收过一个姑娘拿来的设计图，说是给小女娃做衣服的。这些纹样也是那图上面的，难不成那图是王妃您画的？哦，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当时你还想要跟我合作来着，怎么样？现在还有没有兴趣？这能被王妃选中给未来的小郡主做衣服，已经是草民莫大的荣幸了。王妃不要说合作，草民就算把铺子给王妃，也在所不辞。你就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的衣服，做工上乘，用料精细，是京都里数一数二的。之前一直没有问你，现在可以应诺你的合作，不过我不会出太大的力，只能设计一些图纸，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利润的话，你7我3就行，怎么样？这怎么能行呢？王妃你应该分多的那一半，而不是……既然王妃说了，那你就应下。南婉嫣挑眉，有些诧异的看了顾墨寒一眼，没想到顾墨寒竟然会帮他。是，草民知道了。王妃，再过不久就是王爷的生辰了，既然您今日来了，不如在此处为王爷亲自设计一身衣服呢。好提议，本王觉得不错。不好吧，王爷你看不上的。王妃做的，在本王眼里价值连城，怎么会看不上？好，那就帮我拿软尺吧。王妃，给您二位去屋里量吧。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身前的女人。需要本王做些什么？脱。顾墨寒挑着眉背过身去，直接把外袍给拽开，准备去解里衣。够了，别脱了，不用脱那么干净，你把里衣穿上。顾墨寒一顿，半垂在身上的交领里衣有些透明。他转身看着南婉嫣，闭着眼睛，眼底突然生出了一丝逗弄之意。本王还以为要脱完呢。他双手抵在门上，恰好能将她禁锢在怀里。王妃，量吧。你站直。顾墨寒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味，乖乖的站直了。肩宽1尺5，这么宽吗？说什么呢？说你肩宽的像熊。本王若是肩宽像熊，那你这小身板子岂不是像猴？南婉嫣瞪了他一眼，他才是猴呢，他的身材好着呢。随后他俯下了身子，环住了顾墨寒的腰身，到他肚脐上方一点点，两人这个姿势十分的暧昧。顾墨寒陡然屏住了呼吸，心跳有些慌乱。南婉嫣手指触碰着他的腰，他顿时有些不自在的别过脸去，眼神微深。南婉嫣却盯着软尺傻眼了，腰围2尺3，怎么可能？顾墨寒很高，而且腹肌这么硬，腰怎么会这么细？这不就是宽肩窄腰男模的标准吗？天理难容。什么怎么可能？你以为本王像你似的，天天吃肉，腰都快跟水桶一样粗了，悍妇！猛地一抬头，却撞上了顾墨寒的下巴，两人都吃疼了一瞬。王爷，王妃，好了吗？需不需要草民帮忙啊？听到穆欢的声音，顾墨寒几乎是下意识将南婉嫣拥入了怀里，不许外人看见南婉嫣那羞恼的模样。他猛然推开了眼前一脸无辜的男人。你干什么呢？本王以为他会进来，做戏做全套，总不能让人发现你跟本王感情不和。这话说的，南婉嫣竟然无言以对。王爷，王妃，马上就好。给，这是尺寸，图纸我明天派人送过来。说罢，转身去挑衣服去了。把衣服都送到本王的府上吧。还有，给王妃拿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款式衣服，若有类似孩子的衣服，一并拿了。顾墨寒陪着南婉嫣出府的消息后，恨得摔碎了手边的茶盏。贱人！那个南婉嫣和他的遗冢怎么还不死？顾墨寒明明都进宫了，都派了那么多侍卫守着南婉嫣的女儿，他究竟有多爱那2个孩子？主子，您先别急，现在那位风头正盛，可万不能跟他硬着来。如今母妃回来了，母妃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若王嬷嬷不嫌弃雨柔，雨柔往后日日都来给母妃熬药，毕竟母妃是王爷最在乎的人。这种粗活怎么能劳烦云侧妃呢？老奴来就好了。毕竟这10几年，老奴照顾宜妃娘娘也习惯了。要是没了这活儿啊，老奴倒不知该做些什么了。说罢，他自然地从云雨柔的手中接过了扇子。您就好好歇着，最好啊，跟王爷生个孩子，这样等娘娘醒来看到也会高兴的。我会努力的。若王嬷嬷用不上我，我便先回去了。您有什么事再告诉我，我就住在竹兰院里。
好，老奴听见了。云雨柔转身出了院门，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紧紧地攥了拳头。今日他来静禅院也没想做什么，倘若这条路也走不通的话，那他只有等到顾墨寒生辰宴那日了，再找时机给他下点药，顺理成章地把生米煮成熟饭。只要怀上顾墨寒的孩子，那就算顾墨寒不想要我了，也不得不要了。南婉嫣和顾墨寒一人抱着一个困得发懵的小家伙往房间里走去，放下来安睡。两个小家伙都累了，让他们休息休息吧。今日多谢你了，我很久没有看到两个小丫头这么开心了。本王的闺女，本王哄，这是应该的。南婉嫣转身出了院子，拿过要送给莫允明的礼物。婉婉，舅舅，今天我出去逛街了，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觉得舅舅会喜欢，就买了回来。婉婉送的，不论什么我都喜欢。这时顾墨寒从屋子里走出来，长身玉立，目光如炬地盯着莫允明。舅舅，礼物给您，我再给您看看腿。南婉嫣的锦盒刚要递过去，猛然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南婉嫣，你……顾墨寒握住了他的手，眼神却不善地看向了莫允明。南婉嫣，你什么时候给舅舅买的好东西，本王怎么不知道？南婉嫣瞥了他一眼，觉得他莫名其妙，抽回了手。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啊，你顾着给小蒸饺和小包子买东西，没注意到吧？但我给我舅舅买东西，不碍你的事吧？说罢，将礼盒也拿回来，笑眯眯地递到了莫允明的手里。婉婉有心了，舅舅，你用不着跟我客气，我给您看看腿啊。南婉嫣蹲下身，伸手就要掀开莫允明的裤腿，拎起了南婉嫣的衣领，将她强行拽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用不着你，本王来。你会吗？术业有专攻，不麻烦王爷了。本王在军营多年，见过多少缺胳膊断腿的人，舅舅现在的情况对于本王来说算不上什么。说着，双手扣住了莫允明的小腿，发力地捏起来。莫允明目光倏然一沉，有些惊心的疼痛从小腿肚传来。你轻点儿，只需要帮舅舅按摩一下小腿肌肉，看看反应程度。你让开，我来就行。此言一出，顾墨寒的心头更冷了，连带着力道都重了3分。本王自有分寸，不会把他的腿捏断的。再说了，舅舅不也没说疼？王爷的分寸恰到好处。舅舅真觉得还可以，腿部的痛感怎么样？强烈吗？还可以，不疼。既如此，那本王也用不着收着力了。本王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就搬去本王旁边的谈心院养着吧。那里僻静清闲，也是本王府里最大的院子，最合适你这种情况的人复健。那么大的院子，王爷还是留给别人吧。我不过是个孤家寡人，住那儿反倒冷清了。顾墨寒不依不饶，找到筋脉，狠狠地往下一摁。是吗？但本王倒是认为谈心院很适合你居住。你要是觉得清冷，那本王给你多安排些下人，热闹热闹。莫允明吃疼，咬紧了牙关，强忍住。不必了，我留在相邻院子里，和婉婉还能有个照应。再者，昨夜那样的刺杀，若是再次发生，我还能护着他们母女，免得他们受伤害。南婉嫣一怔，随其心头发软，有娘家人撑腰就是好。昨晚的事情不会再有下次，你安心养伤，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免得伤了自己；也不要操心不该操心的事情，轮不到你。他转身临走前看了南婉嫣一眼，看诊完就回去歇息，若是惹出闲话，本王饶不了你。随后一挥袖袍而去。舅舅，你别理他，他今天有些多疑多话，奇奇怪怪的。无妨，倒是你今日和两个小丫头出门遇到什么了吗？没遇到什么事情，两个小丫头没怎么出去过，今日玩的也很开心，只是昨日宫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带你们离开的事情可能要暂缓一段时间了。我都听你的，这件事情急不来，那你就慢慢做，你和小丫头们的安全才是第一位。多谢舅舅，您的腿我刚刚看了看，恢复的挺好的，康复训练别太累了，一步步的来。时候不早了，我得去看看那两个小丫头，您也早点休息。好，我先回房了。转身回房的那一刹那，柔和的眼角瞬间徒增上了几分锐利。顾墨寒，你并非婉婉良人，但是王爷，属下有事禀告。你说，您之前让属下会晤那些文官，属下已经都见过几位大人了，简单的聊了一下，其中以司业为首的8位官员邀您和王妃一道去汉方阁一叙。顾墨寒放下了手里的书册，接过信函展开来。司业没说为何要请王妃？没有，属下也不知道几位大人在想什么，但看样子他们十分希望王妃到场。或许是前段时间南婉嫣救了本王，这些大臣们闻言觉得本王和他伉俪情深，故有此试探罢了，如他们所愿。那属下这就去备马车。
从前本王从不愿拉拢人心，如今逼得走了这条路，父皇将来您可会后悔如此待儿臣。想着，他也起身，快步朝着香菱院走去。冷死了，冷死了！怎么都已经这个世纪了，早上还这么冷？只见屋子里不知何时进来了一个顾墨寒，他笔直地坐在他的床边，脸色有些奇怪，手里握着一本大红大紫的书。等等，大红大紫？顾墨寒，你干什么呢？南婉嫣吓得一个机灵，身体也不冷了，反倒像火烤似的羞耻燥热，一个箭步扑上去，修长的手指紧紧地捏着顾墨寒手里的书角，好似一只扑食的猫咪。放手，把书还给我！相反，他抬手将南婉嫣连人带书的拎了起来。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管它是什么呢？谁让你动我东西的？你快还给我！怎么找到这本书的？我明明都藏到枕头下面了。你都是本王的，动你一本书又如何？只是没想到你平时背着本王净看这些没羞没臊的东西。南婉嫣这次是真的社死了，她一张脸憋得通红，双手把书封拼命地往怀里一扯。我看得光明正大，而且这哪里没羞没臊了？这不就是正常的书籍吗？再说了，我又没有跟你分享，你赶紧松手！呲啦一声，因为两个人都比较用力，书忽然就被狠狠地扯成了两半，无数小插画的书页散落在地上。顾墨寒的眼神往脚下看去，那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一股脑的撞进了他的眼帘，他突然狠狠地僵住了。南婉嫣，你竟然看这种书，居然喜欢看人断袖！最后抢过他手里的另一半书，慌慌张张的把地上的书页捡起来，火急火燎的将它们塞进了枕头底下。这种书怎么了？合情合理合法，还合情合理合法，光天化日，成何体统？顾墨寒又忽然意识到，这些画里画的基本上都是男人的身体，也就是说，南婉嫣基本上把画里的男人看了个遍。你要是再让本王发现你看这种不堪入目的东西，本王就给你一把火烧了！你弄坏我的书，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反倒恶人先告状了。你来我这儿到底干什么？不会就为了找茬的吧？方才沈宇来说，四爷等人邀请你和本王去一趟汉方阁，你去？当然要去了，拉拢人心，图谋大事，我当然要去。那你就快些收拾好，本王在门口等你。说罢，他转身走向了门口。别穿得那么素，显得本王好像苛刻你似的。南婉嫣没有回话，砰的一声把房门给关上了。1刻钟以后，两人上了马车，看着他穿着他给他买的新衣，心情莫名的舒畅。王爷王妃到了。南婉嫣先一步探头出来，脚刚点到地上，手被人牢牢地握住了。王妃走这么快干什么？顾墨寒将南婉嫣往怀里扯了扯，一旁的沈宇偷偷看着，想笑又不敢。南婉嫣想起要开始演戏了，反手使劲捏了捏顾墨寒的掌心，冲他笑着：“是臣妾疏忽了。”顾墨寒面不改色地拉着南婉嫣，迈步下了马车，带着她朝那汉方阁走去。老臣见过王爷，见过王妃。今日既是各位先生邀请本王和王妃，那你们便是主，不必多礼，只当是聊家常就行。多谢王爷。各位大人不必妄自菲薄，实力如何不与官位相对等，有格局的人在什么位置上都能走得长远。本王求贤若渴，诚邀几位大人入麾下，助本王一臂之力。此言一出，众人惊愕的面面相觑。王爷果然有鸿鹄之志，但恕下官直言，您贤父5年，所有人都以为您不争不抢，您今日却让我等助您一臂之力，实在很难让人相信您不是在说笑啊！各位可否听我一句？如今局势动荡，老爷子已到了不惑之年，离接管人是迟早的事。而几个少爷中，3少爷虽然有胆识，也有勇气，容易冲动，做事鲁莽；7少爷常年待在藏书阁，视书如命；10少爷年少，心智性格都十分的随性近人，但没有军功，也没有长远的目光。剩下的几位少爷，要么资质平平，要么年纪尚小，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至于我家的6少爷有勇有谋，是少年将帅，13岁平复边关，15收复失地，深得民心，才德兼备。南婉嫣一惊，目光看向了戴斗笠的人，有些诧异。不错，也正因为如此，我家少爷虽然贤父5年，但他一直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在他的心里，国与民环环相扣，而他对待出生入死的兄弟如至亲，对待自己的国家更是掏心掏肺，绝无半点私心。顾墨寒诧异地看向了南婉嫣，都没想到在他的心里，他这么好。倒是不必说这些，现在人心惶惶，边境那边蠢蠢欲动，西也需要稳定民心，让大家团结凝聚起来，定储君可以安民心。
王爷说的不错，早点定下大局，确实能够减少民心动荡，而您也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但此事还容臣等回去商议一番，再回禀给您。那本王静候佳音。多谢王爷体谅。其实今日前来呀，老臣其实有一事相求。说罢，转身将席地而坐的戴斗笠的那人搀扶上前，跪在了南婉嫣和顾墨寒的跟前。方才对少爷无礼的正是犬子郑沐风，他2岁时患上风寒，此后便有了咳疾，10几年了。老臣找了许多名医，但都无济于事。但是老臣听闻王妃医术超绝，就想带犬子来，斗胆让王妃帮忙看看。原来是有求于他，那让我先看看令公子的病情吧。说罢，他让郑沐风伸出手。郑公子是不是日夜咳嗽，尤其在冷热交替的时候，并且难以入睡，伴有呼吸困难、后胸骨疼痛？闻言，郑沐风震惊地点头说：“是的。”没错，就是这样。王妃可有法子了？慢性支气管炎，但并非是无药可治。我先为公子施针，缓解一下他的症状。等会儿我写好药方，大人每日给他服用，3个月后便会好转许多。找到郑沐风身上的几个穴位，利落地刺下去，反复几次，郑沐风只觉得轻松了许多。风儿怎么样了？爹，我好像好多了，没那么想咳嗽了。多谢王妃，多谢王爷。老奴不知如何报答王妃的恩情，老奴膝下只有这一子，明明天资聪慧，却被这疾病缠身。多年来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臣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啊！还是王妃医者仁心，一身本事出神入化，让老奴叹服。王爷得妻如此，真是如虎添翼呀！王爷和王妃情比金坚，一个武艺超群，一个医术无双，怎么看都是绝配呀！别抬举我了，我不过是会一些疑难杂症，凑巧了。顾墨寒十分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夸赞，尤其是听到夸他和南婉嫣绝配，更是满意，心情舒畅。时候也差不多了，本王和王妃就先回府了。说着，他就牵着南婉嫣的手，与她十指相扣。